女儿被校霸群殴致大小便失禁无法生育，我却跟他断绝父女关系，接着又拉着妻子去民政局办理离婚手续。只因这些施暴者都有着权势滔天的家族背景，他们为了给自己的孩子洗脱罪名，竟收买医生开具抑郁症和精神病鉴定证书。所有人都以为这只不过是一次普通的校园霸凌，可他们却不知，我代号为零，人称杀神，曾服役于龙国隐秘的一支特殊小队。如果冰冷的法律成为恶人保护伞，那我便用保家卫国的本领，独自为女儿复仇。我是零，给我准备一台面包车和一间空旷仓库。今晚7点，我要直播打几个人。老大，刚刚定位到顾甜甜在学校突然被保镖接走了，要不要？电话对面的人是我在国外执行任务时救下的一名顶级黑客，代号黑鸟。为了报答我的救命之恩，曾许诺如果需要，就算黑进五角大楼都万死不辞。不要，按原计划进行。接着我根据黑鸟提供的地址，来到了女儿学校附近的小巷子里。此时他们竟然在霸凌另一位无辜的女孩。看到女孩惊慌无助的眼神，我积攒许久的怒火完全爆发。你们这些人渣，今天就是你们的死期！我身经百战，稍一出手，便将这几个弱不禁风的家伙击昏过去，最后将这4人一个一个扔进车里。做完这一切后，又拿出手机帮巷子里被霸凌女孩打了一个120。很快车子开进郊区的一家废弃工厂，空地上有5把椅子和一套直播设备。我把那4个还在昏迷的人渣从车上拖下来，用事先准备好的绳索将他们牢牢地绑在椅子上。而侥幸逃过一劫的顾婷婷此刻正在卧室无聊地刷着视频。突然一条直播弹窗引起了他的好奇，点开一看，瞬间瞪大了双眼，脸色变得煞白。大家好，我叫苏浩，你们可能不认识我，但一定听说过我。我就是前一段时间网上闹得沸沸扬扬的被霸凌女孩的父亲。顾婷婷的注意力却丝毫没有放在这上面，而是直勾勾盯着我背后被绑在椅子上的4个同伴。这是绑架！同时直播间的弹幕都要刷疯了。我去，这也太猛了吧！直接把人绑了开直播啊！哼，这些霸凌的家伙就该被这样制止，看着真解气。顾婷婷这边已心乱如麻，连忙冲出卧室找到自己的父亲。从现在开始，婷婷哪里都不要去，就在家待着，家族保镖全部召回，24小时守卫庄园。因为顾婷婷没有出事，顾家的反应还算冷静，可另外4个畜生的父母都要疯了。在发现女儿被绑架第一时间，不约而同向巡捕施压，而受理这件案子的正是之前负责苏玲玲霸凌案的李顿。上头下了死命令，2个小时内必须破案抓捕。此时我的直播仍在继续，直播间里观看人数正以一种恐怖的速度增长，弹幕也在不停地滚动着。兄弟你傻，你悄咪咪的把这几个人绑了，然后消灭掉，这样还有缓转的余地。是啊，为这几个人家丢掉自己的性命实在不值。诸如此类的话很快得到众多网友附和。我看着这些弹幕，心里五味杂陈。你们说的没错，一开始我也是这么打算的，但是为了女儿，我不得不这么做。因为我要让女儿亲眼看到这5个人渣被审判的过程，只有让她亲眼看到带给她噩梦的人渣离开这个世界，她才有信心活下去。我的声音哽咽，眼泪控制不住的滑落脸颊。直播间里的网友们看到这真情流露的我，一时之间弹幕全部变成了理解的话语。原来是这样啊，大哥太不容易了，为了女儿真的是付出了太多。心疼大哥，也心疼那个被霸凌的小女孩，希望她能快点好起来啊！这几个霸凌的家伙真的是罪该万死，就应该受到这样的惩罚。而另一边，因为时间紧迫，李健让局里的技术人员直接追踪直播间的地址，可没想到不知道从哪冒出一个黑客，竟然在一直阻拦他们追踪信号源。同时直播的快音官方技术部门也是一阵鸡飞狗跳。什么情况？为什么这个直播间还在运行中？主管，我们后台被黑了，直播间关不上。给我断电，把整个服务器都给我停了。顾家作为大厦顶级世家，覆盖的商业版图极其庞大。刚才苏天成亲自给他打电话，让其立即封掉直播间。他好像提前把咱们服务器的数据备份到了其他地方，咱们现在就算把这边的服务器关了，也可以通过别的渠道继续维持着直播间的运行。网络平台主管无奈之下，他只能如实向顾天成汇报。看来这个苏浩背后的帮手不容小觑，你再派些人手去协助巡捕查找苏浩的下落，务必在事情彻底失控之前把那几个孩子救出来。另外也去查查这个帮苏浩的黑客到底是什么来头。是家主，我这就去安排。此时的直播间人数已经突破1000万。而那4家孩子的父母也在全程关注着直播，他们终于低下了高傲的头颅，和普通父亲一般无二的在直播间留言，央求我放过他们的孩子。苏先生，求求你了，我们知道错了，是我们没教育好孩子，让他们做出了那样的恶行。你大人有大量，放过他们这一回吧，我们保证以后一定好好管教，绝不再让他们犯这样的错了呀。我看着这些留言，眼神里没有丝毫动摇。现在知道后悔了，当初我女儿被他们欺负的时候，你们是怎么做的？你们可曾想过，她也是别人的心头肉，她也有疼爱她的父母。我的声音带着无尽的悲愤与怨恨，直播间的观众一时冷眼旁观，甚至直言咒骂这4个小畜生。玲玲，今天是儿童节，还记得爸爸每年都会在这一天给你准备礼物吗？今年也不例外，
只是这个礼物有点特殊，你可能要很长时间以后才能收到。听到这话，身后被绑住的4人被吓得抖成了筛子，嘴里求饶的话语从始至终都没有停过。叔叔，求求你了，我们真的知道错了，以后再也不敢了，求求你，你就放过我们吧。叔叔，我们一定好好改过，给玲玲道歉，不要打我们。网友们看到这揪心又矛盾的一幕，心情也格外复杂。一方面，大家都对苏浩父女的遭遇深感同情，理解他此刻心中那难以平息的愤怒与仇恨；可另一方面，真看着这几个10几岁的孩子如此惊恐的求饶，又不免心生不忍。下一秒，我停止了抽泣，眼神也变得格外凶狠，掏出一把匕首，起身缓缓走向那4个人渣。直播间里瞬间炸开了锅。不要啊，大哥可不能把自己搭进去啊！不要啊，不要伤害我的孩子，求求你了，苏先生，我们什么都愿意做。而巡捕房这边已经查到了苏浩在北郊废弃制砖厂。全体注意，目标地点锁定北郊废弃制砖厂，所有人务必以最快速度赶到，绝不能让苏浩做出极端行为。直播间里，我已经走到那4个被绑着的人渣跟前，手里紧紧地握着匕首的一端。4人看到我靠近，挣扎得更加厉害了，哭声、求饶声交织在一起，整个场面混乱又揪心。网友们还在不停地发弹幕，试图用言语来劝阻。大哥，想想你女儿啊，她肯定也不希望你因为这件事毁了自己啊！快放下匕首吧，现在收手还来得及。别冲动，用法律的手段来让他们受到惩罚也不迟啊。可是这些人不知道的是，法律如果有用，我也不至于走到这一步。那4家孩子的父母此时更是崩溃到了极致，有人直接昏厥了过去，有人还在声嘶力竭地哭喊。此刻他们才意识到，拥有再多的钱，再多的权势，在死神降临的那一刻，他们和普通人并无区别。李成乐、陈飞、蒋文文、李冉，你们都该死！伴随着这句话音落下，我终于高高举起象征着审判的匕首。直播间一片死寂，所有人都下意识地屏住了呼吸。紧接着，弹幕如井喷一般爆发出来，满屏皆是惊恐与劝阻的话语。不要啊，大哥，快停下啊！大哥，千万别冲动啊，还有挽回的余地啊！正在急速赶来这边的李队，看到直播间这一幕，脸色瞬间变得铁青无比。疯子，疯子！而与他同车的几位警员，心中却是惋惜中带着一丝痛恨。作为一个父亲，亲眼看到女儿如此遭遇，不疯魔，活在这个世上还有何意义？下辈子做个好人。良久，直播间里的网友们被这惨烈到极致的画面冲击的半晌说不出话来，弹幕滚动都近乎停滞了好一会儿后，才有零零散散的话语出现，满是震惊、痛心和对这场悲剧深深的无奈。医院里，沈巍像是被抽走了所有的生气，瘫倒在女儿病床边，眼神空洞绝望。他知道苏浩再也无法回头了。与此同时，这场引起全国各地市民关注的直播，同时也引起了一伙具有特殊身份人士的特别关注。他们分散于全国各地，却在看到直播间苏浩的面貌后，不约而同地从床上或椅子上弹起。小李，立刻调取001特殊小队退役成员的善后部署资料，马上安排专机前往沪市，注意保密。是，首长。亲自手刃这4个畜生后，我擦干匕首上的血迹，便直接关闭了直播。而在我的身影消失后，直播间出现了一段话：本次审判到此结束，让我们共同期待下一场审判的到来。审判对象顾婷婷。我去，这是完全没把巡捕放在眼里吗？牛批牛批！要真有下一场审判，我敬你是个赢。主管直播关上了。那个神秘黑客追踪到了吗？没有，对方的技术远超我们。我们绝不能坐以待毙。从现在开始，所有技术人员给我24小时待命，全面检查系统漏洞。而在另一边，顾家顾天成和他的大儿子也在全程关注着直播。当看到我痛下杀手，4条生命就这样消失，2人才意识到什么叫做匹夫一怒，血溅五步。启明，你现在明白了吧？当屠刀落下的那一刻，咱们和那些普通人并无二致。那现在咱们该怎么做？加强咱家的安保，在现有的基础上再增加2倍的安排，最后再在道上发出一份悬赏赏金，1个亿。1个亿对他们顾家来说只是9牛1毛，但要放到外面，绝对能引起轩然大波。与此同时，厂区外进行封锁的巡捕已经严阵以待，厂区内警犬的吠声此起彼伏，直升机在上方盘旋，探照灯的强光将厂区照得如同白昼。各小组注意，迅速往仓区北面合围，务必堵住罪犯的去路，绝不能让他跑了。若有反抗，当场击毙。李队，这苏浩就是一个普通人，不至于吧？普通人能有一个顶尖黑客朋友，而且他竟然敢预告下一场直播嘎人，就自信咱们这些人不能拿住他？
女儿被校霸群殴致大小便失禁无法生育，我却跟他断绝父女关系，接着又拉着妻子去民政局办理离婚手续。只因这些施暴者都有着权势滔天的家族背景，他们为了给自己的孩子洗脱罪名，竟收买医生开具抑郁症和精神病鉴定证书。所有人都以为这只不过是一次普通的校园霸凌，可他们却不知，我代号为林，人称杀神，曾服役于龙国隐秘的一支特殊小队。如果冰冷的法律成为恶人保护伞，那我便用保家卫国的本领，独自为女儿复仇。接上集。浩哥，警方已经包围场区，正根据你留下的脚印，正在快速朝北面合围。有了黑鸟的预警，我一路狂奔，利用废弃厂区的杂物遮挡，有惊无险地躲过探照灯和巡捕的巡捕，临时躲进一间废旧厂房。这么多年过去，你的身手没有退步多少吧？你觉得呢？我觉得对你来说肯定小问题。当年你可是带着我这么一个累赘，从100多名恐怖分子逃脱出来，何况你现在孤身一人。不对啊，黑鸟，你不是说浩哥那时候神挡杀佛吗？怎么现在变成逃脱了？前面浩哥确实跟我描绘的一样，只是没想到对面不讲武的竟然要人。我去100多人都拿不下浩哥。行了，现在不是八卦的时候，赶紧给我制定一份逃跑路线。浩哥，请注意言辞，你可是大名鼎鼎的0号，怎么能用逃跑这个词呢？应该叫脱身。是啊，浩哥，一群小卡拉还用得着跑？全给他们干趴下不就行了？你们疯了还是我疯了？这他娘的是在国内。对于这3个活宝，我很是无奈。虽然我不是没有这个实力，但要知道大夏可是蓝星综合实力排名第2的强国，巡捕只是维护社会治安的第1道防线，背后还有实力更加强大的军方。我还没自大到凭一己之力对抗整个国家机器。行了，你们3个赶紧制定一套脱身路线，目标市区。收到。我根据黑鸟他们的安排，躲开巡捕的重重包围，又在最薄弱的南边击倒4个巡捕，然后跑进了后山，一路疾驰。当巡捕发现被击倒的人员时，我已经安然无恙地回到了市区。李队，我们在江边发现了苏浩留下的脚印，他很可能已经潜逃至市区。各小队注意，所有人迅速往市区各个交通要道联系，市区各辖区警方务必尽快锁定他的位置。在李队的安排下，警车马上向市区赶去。半小时后的市区，因为警方大规模的行动，气氛变得有些紧张起来。不少吃瓜市民好奇地驻足观望，议论纷纷。可在经过2天的地毯式搜索后，他们对我的行踪依旧是一无所获，仿佛人间蒸发了一样。甚至和顾家相熟的某军区大佬因为调查我的背景，被中枢以嫌泄露国家机密罪被临时控制起来。老李，这个苏浩到底什么背景？我以为就是个普通的退役士兵的事儿，哪能想到会这么严重啊！现在倒好，把自己给搭进去了。现在说这些也没用了，等中枢军区执法员来了，把情况如实说清楚吧。希望没事，咱俩这老交情，我也是真不想看到你出什么事。而此时的我正藏身在一个老旧小区之中。浩哥，这家主人出去旅游了，买的是1个月后的回程机票，除非警方挨家挨户的搜，不然你在这里就是绝对安全的。我的复仇还没有结束。浩哥，我建议你等几天再行动。现在巡捕找不到你，已经在顾氏庄园周围布下重兵，就等着你自投罗网。另外2人也出声附和，认为现在行动实属不理智。你们不明白，我身份特殊，时间拖久了，只会引来更难缠的对手。是001吗？听到这个名字，我表情一怔，眼中闪过一丝忌惮，但也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怀念。紧接着思绪飘散，似乎又回到了曾经尸山血海的那几年。001正是我当年服役的那支特殊小队。浩哥，有一件事我很好奇，为什么001小队成员的服役期限只有5年，时间一到就要强制退役？因为那5年所经历的，所以耗尽一个人一生的精力和勇气。我们执行的任务都是极度危险、极度机密的，对身心的损耗极大。5年是极限，再继续下去，人恐怕将变得不再是人。接上集，距离直播事件已过去数天，可巡捕仍对苏浩的藏身之地一无所获。而今天巡捕房却迎来一个特殊的访客。首长好，我是护士刑警队大队长李健，首长请指示。我是中枢军区特别行动处负责人阮安平。李队长，在谈话之前，我希望你回答我一个问题：在苏浩女儿霸凌案中，你们巡捕有没有徇私枉法？阮安平的目光锐利如刀，仿佛要将李健穿透，让其无所遁形。报告首长，没有，我们每一个环节都有据可查，不可能徇私枉法。我不相信你，但我是一名军人，所以我会帮你抓住苏浩。但我告诉你，这件事没这么容易结束，无论是谁，但凡涉及其中，我都会让他付出代价，包括你。阮安平的声音低沉而有力，让李健的心再次提了起来。苏浩有如此通天的背景，为何之前一直不显示出来？还有苏浩的身份比较特殊，从现在开始你不要再调查了，你准备好警力，找到他我会通知你。而在另一边，此刻的我正如众人所料那般潜伏在顾氏庄园大门对面的一座小山上，手中拿着望远镜，眼神阴冷地观察着庄园四周的安保布置。浩哥，通过监控对讲机信号，庄园外大致有30名的警卫布置，庄园内的安保人员在100名左右。浩哥要小心，对方全员配枪。我闻言眼神一凝，
想在100多持枪的安保人员保护下将顾婷婷劫走，难度不是一般的大。不过一想到上躺在病床上，不知道什么时候苏醒的女儿，迟疑的表情瞬间消散，转而变得坚定。无论前方有何阻碍，都无法动摇我为女儿复仇的决心。海鸟，再帮我一件事，在最后一次行动前，我想再见上女儿最后一面。而我不知道的是，此刻妻子沈薇也面临着重重压力，一方面是每天要照顾躺在病床上的女儿，另一方面还要面对巡捕施加的压力。我什么东西都不要，我只要一个健健康康的女儿，你们能给我吗？谈判专家张了张嘴，却无言以对。许久后，深吸一口气，试图做最后的努力。沈女士，我还是希望您不要一直活在仇恨当中，至少要为以后的日子打算。你应该多考虑一下将来，无论是医药费还是日常生活，都是一笔巨大的开销。人生还长，总得为以后打算，不是吗？钱不是万能的，但没钱却是万万不能。足够的钱可以解决世间99%的烦恼。谈判专家始终信奉这一信条，可他不知道是，从始至终，苏浩和妻子想要的从来不是补偿，而是公道。谈判专家走了，并没有带走他想要的结果。还以为这顾家找的谈判专家有2把刷子，看来也不过如此。听说这顾家为了抓到苏浩，暗地里动用了不少手段，撒了不少钱呢。不然怎么办？现在苏浩对他顾家来说就是个定时炸弹，一日不被抓捕，就一日不得安心。真以为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了？人在做天在看，天不管也有恶人收。闭嘴！你忘记自己的身份了。要是人人都像那个人一样，还要咱们做什么？而令他们想不到的是，他们口中的那个人已经易容潜入了医院。海鸟，想办法把他们支开。不多会，隐藏在这一楼层的巡捕所戴耳机里同时出现一道指令：全体注意，1楼出现凶手，速来支援。是谁？宝宝，是我。老公，你怎么来了？沈巍声音哽咽，并带着一丝慌乱与担忧。要知道苏浩现在可是被全市通缉，并且巡捕也已经在他和女儿身边安排了眼线，可想而知苏浩此来冒了多大的风险。你是不是傻？外面这么多巡捕还来，多危险啊！我还是没有说话，抱得更紧了些。两人都想时间永远停留在这一秒，沉浸在这最后的温柔当中。抓紧看看女儿吧，巡捕一定很快到。你……话头突然止住，泪水又不受控制的溢出，他无法说出最后让苏浩离开的话，因为这一句很可能真的是永别了。琳琳，爸爸来了。浩哥，该走了，巡捕已经反应过来，正快速朝病房赶来。我缓缓站起身来，最后看了一眼妻子和女儿，眼神中充满了决然。我将再次举起死神镰刀，成为那个复仇者。爹上集，直播事件发生后，施暴事件的始作俑者顾婷婷，虽然有过短暂的恐慌，但随着家里安保人员的增加，还有父母的宽慰，很快便将那点恐慌抛诸脑后了。小姐，吃饭了。知道了，烦死了，这就来。顾婷婷不耐烦地回应着，眼睛依旧盯着手机屏幕，上面正是他们霸凌苏玲玲的视频。可惜了，新宠物的视频还没给我发过来，那4个家伙就赶了。对了吧，苏玲玲他爸啥时候能抓到？我在家待得无聊透了。这家伙有点本事，巡捕到现在都没找到他的踪迹。那怎么办？我总不能一直窝在家里吧？这苏浩真是不知好歹。平心而论，咱们给的赔偿金可不少，多少人一辈子都挣不到这么多钱。就是，妈，他们就是不知足，我不过就是拿那苏玲玲找点乐子，人又没嘎。哼，他爸倒好，还敢报复，等抓到他，一定得让他好看。哼！都闭嘴！突然，一声充满威严的暴喝响起。爷爷，我说过很多次，你们可以作恶，但是一定不要犯蠢。咱们顾家是有权有势，可以解决99%的麻烦，可一旦触及到那无法解决的1%，就有可能令整个顾家不复存在。爷爷，他能有什么东西呀？不就是个穷鬼吗？能翻出多大的浪来？你们知道个什么？苏浩的身份连王军长都查不到。爸，您消消气，婷婷还小，不懂事。顾婷婷顿感委屈，但也没敢再说什么，沉默的点了点头，但眼神中却暗含恨意，又萌生出不等苏玲玲醒来就实施报复的想法。该死的苏玲玲，都怨你爸！要是老老实实接受赔偿，哪还会有这么多事？而在另一边，苏浩打晕几个巡捕后，已经安全的回到了藏身之地。浩哥牛批啊，3两下就把这些人给解决了。真不知道军方那些人怎么想的，浩哥这么好的身手，竟然同意他退役。黑鸟122131N，帮我查一下这个经纬度坐标。浩哥是一家小饭馆，你查这个做什么？刚才我女儿病房的门牌号上多了一串数字，那是我们所在特殊小队传递信息的暗号。
强哥，是你来了吗？而在医院这边，在苏浩逃离医院不久，巡捕就已经将整座医院围得水泄不通。当看到楼道里横七竖八躺着的同伴，一个个面色凝重。完了，李队，当时一片漆黑，根本看不清对方的模样。当时我们怕开枪误伤，就弃了枪，可没想到那家伙身手这么厉害，没几下就把我们全给撂倒了。李健听后，眉头皱得更紧了。对方制服你们用了几秒？不到10秒。此话一出，全场寂静无声。6名训练有素的刑警，在不到10秒的时间内被全部撂倒。不知道的还以为在拍电影呢。李健的脸色变得极为难看，他一直以为自己对苏浩的实力已有大致的判断，可没想到还是低估了。之后他没有继续守在医院，而是气冲冲找到在附近的阮安平。医院的情况想必你已经知道了吧？知道了。那还请首长将苏浩的情况悉数告知，对其实力做出精准的判断。无可奉告，苏浩背后牵扯的事情属于绝密级机密，别说你了，就算是你们市委书记来了，也别想知道一点消息。但是什么？这一切事情是怎么引起来的？你我心里都清楚。你李大队长敢说没有一点责任？李健眼底闪过一丝慌乱，想要开口辩驳，却对上阮安平笃定的眼神，顿时如坠冰窖。之前的霸凌案可经不起查，尤其那几张精神病鉴定证明上。你们以为凭借手中的权柄就可以随意操纵普通人的命运？以为苏浩没有任何后台背景？以为抓住他就可以大事万级？继续你们的游戏？错，大错特错！苏浩只是开始，如果此事处理不当，你，包括你背后的人，将面临一群手持利刃从地狱归来的战士。接上级，李健失魂落魄地离开了。通过与阮安平的谈话，他彻底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苏浩的军方背景是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事后顾家一定会为了平息军方的怒火，寻找一个替罪羊，而他李健肯定首当其冲。此刻他心中充满了悔意，可现在说什么都晚了。时间来到第3天，苏浩终于走出藏身之地，前来赴约。先生你好，吃点什么？随便来2个拿手的小菜吧。OK。而苏浩不知道的是，巡捕早就已经通过一处隐藏在暗处的微型监控关注到他了。是的，这一切都是巡捕的计划，也可以说是那个人策划的一切。阮安平，首长，目标人物已进入监控区，是否立即实施抓捕？先别急，继续等待特警队就位，我先去与其周旋一会。对不起，我来晚了。阮安平满脸愧疚地说道，感情很真挚。如果他早早出现，苏浩也不会遭受不公的对待，不会走上现在这条路。看来姜还是老的了，领导为了见我可真是煞费苦心。来之前，苏浩有想过这是一道陷阱，但没想到这个陷阱竟然是曾经的老领导亲自布下的。我知道你跟李维强的关系最深，保险起见，我只能借用他的名义了。强哥最近还好吗？阮安平迟疑了数秒，最终还是没把李维强的真实情况告诉他。其实李维强的情况比起苏浩更令人惋惜。他挺好。不同于小饭馆内的宁静，外面早已是蓄势待发的紧张氛围。特警队已全部到位，将整条小巷围得水泄不通。李健也来到现场接管了指挥权，现在就等他一声令下，蓄势待发的特警队便会如猛虎般冲进去实施抓捕。而在另一边的顾家，得知巡捕布下天罗地网的消息，脸上顿时露出得意的笑容。苏浩啊苏浩，你再怎么厉害，还不是中了巡捕的圈套？这次我看你往哪儿跑！爸，我不管，这家伙把我吓得这么厉害，绝不能轻易饶过他。女儿放心，只要这家伙被警方抓住，爸有100种办法收拾他。他女儿不是要治病吗？咱就让全市的医院都不给他治，或者把医药费定得高高的。听着女儿这一条条恶毒的计策，顾启明也不由得皱起了眉头，但也不好扫了自家小公主的心。行，等那个段魔被抓捕归案，爸爸就帮你把他老婆孩子给赶出护士。而在小饭馆内，阮安平看着苏浩，心情越发的复杂。毕竟没有哪个将军不爱惜手下的兵。阿浩，收手吧，外面全是巡捕。对不起了，领导，恐怕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违背您的命令。阮安平张了张嘴，却什么也说不出来，只能无奈地叹了口气，站起身朝外面走去。而一直站在阮安平身边的警卫，这时候却来到苏浩面前。早就听闻0号前辈的大名，今天终于见到了。哈哈，瞧我这脑子，忘记介绍了，小王也是001退下来的，我便安排他做了我的警卫员。看着小王一身隆起的肌肉，苏浩从他身上感受到一股久违的气息。前辈被誉为001的传奇，晚辈多年的愿望就是领教前辈的身手，今天不知能否有幸。一旁的阮安平没有阻止，他也想看看过去这么多年，苏浩的身手退步了多少。前辈请。你很不错，比我曾经的队友强得多。我只出一拳，接不接到是你的事。
的小王，你输了。想不到这么多年过去，你的身手一点没变。阿浩，你放心，我一定会还你一个公道。对不起，领导，我曾经相信过很多人，现在我只相信自己。随即，苏浩猛地弹起扑向阮安平，电光火石间，阮安平便被苏浩拿住。首长，没办法，只有委屈你送我了。都给我让开！李健此刻脸色变得极其难看，他是万万没预料到对方竟然会挟持住阮安平，这可是魏将军，可不能出一点意外。苏浩，你已经被包围，无处可逃，放下武器，不要一错再错了。有什么条件你可以提，千万不要伤害人质。李健只能言语拖延对方。别废话，都给我让开！可苏浩完全不给他机会，他已经开始挟持着阮安平缓慢朝着向外走去。狭窄的小巷有利于巡捕，只要到了外面大道上，就会出现许多变数。阿浩，如果你认我这个老领导，就信我一次，放弃抵抗，我一定给你一个公道。阮安平试图拿往日的情分说动苏浩，可他不知道的是，苏浩早就通过飞鸟的渠道得知了顾家的实力有多么庞大，单凭阮安平完全无法给苏浩他想要的功力。老领导，你就不用再骗我了，顾家是怎样的存在，我心里清楚。阿浩，对不起。苏浩没有理会，阮安平也不再多言，两人心里都清楚，这一刻开始，二人彻底形同陌路。我靠，这不是那谁吗？被霸凌女孩的父亲。恨呐，他是要落网了吗？好可惜，看来下一场直播审判看不到了。突然，一部面包车开进了巡捕的包围圈，开车的人正是李伟强。接上集，直播事件结束后，我被曾经的领导设下陷阱，面对外边巡捕的重重包围，我挟持了阮安平，躲进了人群中。这时候，曾经的战友强哥终于来了。强哥，快拦住他，不能让他跑了！李健看到煮熟的鸭子就这样飞了，不顾一切的就要开枪，却被一旁的队员拦下。李队不可以，首长还在他手中，首长出了事，咱们谁都脱不了责。阿浩，快上车！车门关闭的瞬间，李维强就一脚将油门踩到底，面包车如脱缰之马般飞驰而出，朝着街道另一头冲去。围观群众马上让出一条道路，巡捕这边见状更是心急如焚，没有哪一次比这一次距离成功抓捕苏浩更近。追，给我追上去，绝不能让他们跑了！巡捕们立刻纷纷上车，警笛声再次响彻街道，一场激烈的追逐战即将展开。可是当他们调转车头追上去时，却发现原本散开的围观群众竟然又聚拢起来，把道路堵得严严实实。因为在他们眼中，苏浩并不是一个坏人，只是一个为了女儿可怜的父亲。都让开，快让开啊！坑杀，这大路又不是你架的。就是你们巡捕管天管地，管得可真宽。查那些有钱人的时候，怎么不见你们这么上心？面前的围观群众铁了心的不让路，李健很是无奈，马上把电话接通到交通巡捕。我是巡捕队大队长李健，有一名犯罪分子正在驱车潜逃，车牌号收到，我马上安排。强哥，你怎么来了？苏浩声音中带着强烈意外。基本上，从001退役后的每个人都会开启一段平静的生活。他想不通李维强为何选择放弃平静，掺和到他这件事上来。李维强，我问你，隆德是陈家的案是不是你做的？他们都罪有应得。你是个军人，你立过的誓言，发出的愿景，你全都忘了吗？我当然没忘，我自愿为民族、为国家、为同胞而战。我愿像那挺拔的白杨，守护祖国的大地，寸土不让。一句句宣誓，仿佛将三人重新拉回了那一年。苏浩没有忘，正因为没有忘，所以他的复仇从始至终都保持着针对性，并没有将自己的仇恨发泄到任何一个不相关人身上。我记得，我全都记得。那你为什么连孩子都不放过？他是无辜的。苏浩在一旁听着，眉头紧皱。他不知道李维强这几年发生了什么，但听两人对话，能感觉到这背后肯定有着复杂又沉重的故事。行了，老领导，您就少说两句吧，也不看看自己现在是个什么处境。还有你，苏浩，你觉得你现在做的对吗？对得起国家对你的栽培，对你的培养吗？闭嘴！我尊重你，还叫你一声老领导。你满嘴民族、国家大义，可在我们遭遇不公对待的时候，你又在哪里？如果不是阿浩把事情闹这么大，你现在在哪里？当初退役的时候，区100万就把我们给打发了，什么军功章、口头嘉奖都没有，你们当我们真的一点怨言都没有？5年时间，他们的每一次出生入死，守护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带来的利益何止千亿。可是我以国事待国，国却未以国事待我。对于他们而言，这是信仰的崩塌。最后二人没有选择伤阮安平，将其击晕，随便找了个隐秘小巷子丢了下去。而在另一边，李健终于摆脱掉围观群众的阻挠，第一时间联系交巡队询问追踪情况，然而对方回答直接令他愣在当场。交巡队根本没接到李健的任何电话。队长网络安全员说，对方使用远程控制了交巡队的座机，还使用了声音模拟器，这一系列操作难度极高，对方背后隐藏的黑客实力不简单。转眼间又是3天过去了。首长，您有什么办法没有？没有。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等。您说的是？顾家，苏浩的目的很纯粹，只是复仇，所以他一定会出现在顾家，最多不超过半个月。首长为何这么自信？重点不在这，而是就算他现身了，我怕你们也抓不住他。首长，您这话未免有点长他人志气了吧？就是他身手再好，还能躲得过子弹？他不需要比子弹快，只需要比你扣下扳机的速度快就足够了。接上集，直播事件结束后，我被曾经的领导设下陷阱，在战友强哥和黑鸟的帮助下，我终于成功脱身，躲进了一个废弃的小区。经过2天的相处，强哥给我说了他的故事。强哥退役后，凭着手里的退伍费，先把自己老房子重建，又在媒婆的撮合下娶了个媳妇，1年后又给他生了个娃娃。要是日子就这样一直过下去，人生也算得上圆满了。可是厄运专挑苦命人，一场突然而来的车祸又让他的人生变得支离破碎，最后只剩他一个人活了下来。肇事的车主是个富二代，还酒驾。车祸发生的时候，强哥的妻儿本有机会救活，就因为对方的逃逸、不负责任，而最终导致悲剧的发生。而且对方还靠着家里的关系，连1天劳都没有做。强哥投诉无门，最终意志消沉，浑浑噩噩地过着行尸走肉般的生活。直到他看到我的那场直播，命运的齿轮又将再次转动。当正义得不到伸张，纯粹的复仇就成了唯一的正义。阿浩，你去睡觉吧，今晚我来守夜。这是他们在001服役期间养成的习惯，无论身处何地，队伍中有几个人都要留一只眼睛防备突发情况。行。苏浩已经好几天没有睡过一场好觉，两人既是战友，又身处同一条船，可以说李维强此刻是除妻女外最值得信任的人。强哥，跟我聊聊您和浩哥在001的事迹呗。你对001了解多少？他是华国最神秘的一支特种小队，我们在网上找不到任何关于他的信息。黑鸟几人的实力有目共睹，可以说是网络世界的无冕之王。可对于001，他们用尽了办法，也无法找到一丁点的信息，因为他们都是纸质记录，你在网上当然找不到一点信息。那怪不得，我就奇怪华国官方的网络安全系统怎么比小漂亮国五角大楼的还要强啊！你们难道还入侵过华国官方的网络系统？嘿嘿，何止华国，世界5常以及所有发达国家我们都光顾过。你们胆子倒是不小，就不怕露馅被抓？切，那又怎样？顶多被招安呗。李维强微微一愣，但很快想明白，道理也很简单。抓不到人的时候，各国正要恨得牙痒痒，可等抓到人为己所用后，又不得不感叹真香。听我一句劝，以后001的事你最好少打听。为什么？浩哥也这么说，我是越来越好奇了。你们不说我也能猜到，无非是暗杀某某某，抢夺什么什么东西呗。呵呵，差不多吧。李维强冷笑一声，并未过多透露。华国在岸面需要处理的事情很多，都需要通过001来完成，而001使用的手段更是五花八门，无论是你听过的，亦或是从未听过的。强哥，听浩哥说他救过你命，真的吗？听到叶宵的询问，一幕幕往事瞬间涌上了李伟强的心头。在我和阿浩距离退役还有2个月时候，001接到一项重大任务，在毛里求斯的捕鱼港口，有批非法武器即将运往黑州的某战乱国家支持反叛军。我和阿浩2个人奉命前去拦截。2个人去拦截一条装满武器的船，你们上级咋想的？这不是让人去送死吗？黑鸟听到这，有些愤愤不平。送死？那5年时间里，我们哪次任务不是去送死？如果说和我一同执行任务的人不是阿浩，倒是真和送死差不多。什么意思？当时在阿浩的掩护下，我成功启动了电磁脉冲。货轮瞬间失去动力，无法行驶。这样就结束了？当然没有。要知道，但是电磁脉冲可以启动，也可以关上，或者被毁掉，所以我们还要保护电磁脉冲，坚持到毛熊国军方的到来。我有点迷惑，这条船的守卫难道不是毛熊国军方的人吗？呵呵，表面上看是毛熊国在运送武器，实际上背后的黑手是漂亮国。那你们就2个人，敌人有多少？怎么挡？不知道，反正四面全是敌人，子弹更是乱飞。我去，那你们怎么活下来的？有阿浩呗，这家伙实力超级变态，子弹就跟长了眼睛似的，枪枪爆头。当时包围港口足足有2个加强连，总共伤亡193人。不是你从哪看到的？毛熊国安全局。你还别说，这份文件级别还挺高啊！这么简单就看到了？阿浩到底从哪认识的这帮人？还行吧，以前留下的一个后门。我们进毛熊国家安全局，网络信息中心就跟回家一样。Nice。接上集，直播事件结束后，我打晕了救我出陷阱的战友强哥，只因为女儿复仇是我一个人的事，我不能让强哥也跟着我冒险。强哥，对不起，这是我的责任。浩哥，你真打算丢下强哥一个人行动？我没有说话，只是默默的点头。黑鸟没有拦我，因为他知道我一旦决定了的事就不会再改变。浩哥，有个不好的消息，顾家下午3点入驻了一批国外的人员，应该是黑鹰雇佣兵团，数量32人。黑鹰雇佣兵团综合实力在国际上只能勉强排在前10，对我来说问题并不算太严重，因为当年国际知名度第1的上帝武装雇佣兵团也是被我所带领的001小队所灭。浩哥，那你准备什么时候出发？今天晚上。
今天这雨下的有点邪乎啊，希望不要出什么幺蛾子。李队，雨太大了，监控的能见度很低，别说是摄像头了，即便是肉眼也无法看清20米开外的景象。李健眉头紧皱，心中涌起一种不好的预感。如果他是苏浩，必然会选择在这种天气下行动，所以他必须尽快做出部署。而有此预感的也不止他一人。爸，这场雨来的有点突然啊。国外那批人安排好了吗？按您的吩咐，房子4周20米内的安保工作已经全部交给他们了。爸，是不是有点多此一举了？要知道他们来之前，庄园里可是配备了100多个安保人员。之前我也是这么觉得，但当你大伯将苏浩的真实身份告诉我后，说实话，即便有这些人，我都无法彻底安心。什么？爸，您不是开玩笑吧？这个是咱花1000万美金雇来的，就算是一个一找来的人，我也不放心。爸，他到底什么身份啊？哎，罢了，告诉你也无妨，但你绝不能向另一个人吐露半个字，包括咱们自家人。在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军方成立了一支特殊小队，专门用于处理一些上不得台面的事件，而苏浩曾经就服役于这支小队。那岂不是说苏浩还有军方的背景？没错。可是事情闹这么大，军方为什么没有一点反应？军方可是出了名的护犊子，按理说苏浩直播嘎人事件闹得这么大，军方没理由不知道，除非已经来人了，还是个中将。什么时候的事？怎么一点迹象都没有？是谁？冉安平。直播事件发生的第2天人就来了，还协助警方组织了一场抓捕行动。您说的是上一次？苏天成点了点头，表情越发凝重。可是对方并未直接找上我们顾家问责，反而协助警方进行抓捕，令我怎么也琢磨不透。说不定是顾忌大伯那边有蹊跷。虽说近几年你大伯因为从龙之功开始将手伸向军方，但也不至于让军方连一个敢站出来说话的都没有。在华国，军政2大体系互不干涉，京城顾家把手伸向军方的举措，就像是在刀尖上行走，每一步都要格外谨慎。尤其是近年来，随着顾家手伸得越来越长，早就引起一部分军方大佬的不满。算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咱们顾家多少大风大浪都过来了，不差这一次。10点了，你早点休息吧。好的，爸。苏天成依旧注视着窗外的雨幕，今晚注定是个无眠夜。爸爸，是他来了吗？他来赶我了，对吗？之前顾婷婷还对苏浩扬言找自己复仇，不屑一顾，认为庄园里这么多人保护着，对方即便有上天入地之能，也伤不到自己一分。可真当苏浩来了，恐惧也随之涌上来，更是控制不住回想起4个玩伴被苏浩嘎掉的画面。什么情况？哪里来的枪声？好像是从东南方向传来的。东南？都有谁在东南区域站岗和巡逻？立刻报告位置。爹上级，直播事件结束后，我正准备潜入顾家庄园，可对方竟请了黑鹰雇佣兵团，但不管什么人都无法打断我复仇的信念。顾婷婷，审判开始了。都有谁在东南区域站岗和巡逻？立刻报告位置。傻缺，我你妈！那个暗处的人手里一定也有对讲机，真把出息，不成活靶子了。老子一天才3000块钱，玩什么命啊！浩哥已经切断了顾家外围的照明系统，只是顾家别墅内有独立的后备电源，这个我们没有办法。行了，报告敌人动向。剩余73名外围安保人员正在迅速朝你这边集结，预计5分钟后就会对你形成合围之势。可惜了，要是没有刚才的枪声，说不准还真悄悄摸进去了。没那么简单，顾家主楼4周有20米的无遮挡区域，想偷偷摸进去几乎不可能。几人的话让苏浩眉头微皱，这剩下的外围安保于他而言解决起来不是很难，难的是那20米的无遮挡区域。行了，都别讨论了。谁也想不到外围还有这么谨慎的家伙，竟然提前打开了保险。就是这家伙也不怕走火崩到自己的裆。浩哥，有什么作战计划吗？我的计划就是将他们全部解决掉。咦，手机信号怎么变差了？浩哥，给你换新手机了，那之前的旧手机怎么处理啊？我方案回收卖了，下单就有工程师免费上门，价格满意当面回收。我用了很久的那台华为 Mate 60还卖了2000多呢，靠谱吗？那肯定啊，爱回收是上市公司，全国近2000家门店。要我说回收手机、平板、笔记本，我推荐爱回收。那我一会就去看看。浩哥，最好速战速决。巡捕那边已收到消息，正在火速赶来，一旦再次形成包围圈，可不是那么容易脱身的。老陈，报巡捕了没有？从庄园外围第一声枪响到现在，已经过去10几分钟。按理说巡捕应该已经到达现场，可从目前情况来看，事情并非如他想的这般。
老爷，这……顾老板不用白费力气的，对方背后有一位顶尖黑客，已经攻破了庄园内所有通讯系统，别说电话，现在就连一个字母都发不出去。顾天成不由紧皱眉头，相比于这30多名雇佣兵，还是国内的巡捕更有安全感。不是他们作战能力和武器装备比不上，而是人太少了。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A 先生摇摇头，如果是在现实中遇到黑客，他有100种方法嘎掉这名黑客，但在网络中，在场的所有人都是地理。顾老板，这个敌人看起来很棘手，请你们先躲进安全屋，无论谁叫你开门都不要答应，这样就算对方将我们全部解决掉，这扇门也能为你争取一些时间。好 ，A 先生，一切听你的安排。老陈，通知家族所有核心成员，全部去安全屋集中。好的，老爷。不多时，顾家所有核心人员便进入了安全屋。顾天成看着肛门缓缓关闭，心里的大石头终于放了下来。可安全门真的安全吗？ 你们放心，这安全屋是按照国际最高级别打造的，就算对方用炸药轰炸也没事。而且只要熬到明早或者雨停后，巡捕就会发现庄园内的异常。只要有了巡捕的支援，任苏浩有通天之能，也翻不起一点波浪。然而谁都没注意到，正当顾启明高谈阔论时，管家老秦却一脸紧张的在一边发抖，因为他在打造这个安全屋的时候贪没了该用的资金，导致了安全屋的质量大幅度下降。滂沱的大雨依旧在肆虐，树林了躺满了昏迷中的人。没错，对于外围的安保人员， 苏浩一直留了手，并没有要他们的性命。浩哥，外围的安保已经全部昏迷，最后的20米无遮挡范围，你准备怎么办？苏浩看着远方停着的一部皮卡，顿时想到了办法，用它冲过去。发生什么事？报告情况。老大，刚东面有辆皮卡朝这边开，速度非常快，我们开了枪，开车的人好像中枪了。听到这 ，A 先生脸上不禁一喜，如果中枪之人是苏浩的话， 那他们这钱挣的可太容易了。詹姆斯、约翰，你们2个出去查看一下。收到。舒克、贝塔、米奇，你们3个警戒。收到。与此同时，一道黑影从车底并快速藏匿于墙角，正是刚刚开车冲进来的苏浩。直播事件结束后，我在暴雨的掩盖下潜入顾家庄园，打倒了所有外围安保人员，利用皮卡冲进了顾家别墅。即将面对的是顾家最后守护的力量。詹姆斯和约翰按先生的命令前去检查皮库，可车里哪里还有苏浩的身影？ 2人顿时心生警惕，可已经晚了。在皮卡冲进庄园之前，苏浩早已在车上安装了遥控炸弹，只要手中遥控器一按，听到楼下传来巨大的爆炸声 ，A 先生已经猜到出事了。这种爆炸的威力下，自己的2名手下必达无疑。法克、舒克，你们没事吧？报告情况。我们没事，老大。 但话没说完，对讲机里便传来一道道惨叫和枪声。A 先生的脸色难看到极，他身边的队友已经情绪瞬间失控，端起枪就要冲出去。雷恩，站住！老大，我要为他们报仇。从你们加入黑鹰的第1天，就应该知道这一刻早晚都会到来，所以你们现在给我他妈的冷静下来！你们看到了，那个家伙很不好对付，我不希望再看到有人死亡，所以我要你。哼，你们很大胆。华国对于你们这些雇佣兵而言是什么地方？ 难道没人告诉过你们吗 ？A 先生心头一震，想起曾经听说过的一个传说：10年前，国际知名度第1的上帝武装佣兵团正是华国犯下了恶行，而被一夜之间全部覆灭。从那以后，华国就被视为所有雇佣兵的禁足，无人敢轻易涉足。苏浩，你到底是谁？有种就出来！呵呵，我是谁不重要，但你们敢踏进华国，就别想回去了。苏浩每一句话中都伴随着枪声，这也代表着他们的团员此刻正在被无情的收割。 另一面，接到附近居民报警的巡捕，此刻已经赶到了顾氏庄园。李队，要不等特警队来了再行动。李健没有忘记自己巡捕的身份，有些事他必须做。你带一队在外面，负责警戒和封锁现场，防止无关人员进入，其余人跟我进去。而别墅内的后备电源已经被苏浩破坏，整个别墅顿时陷入一片漆黑。黑暗中，一场杀戮的盛宴正在进行。凯特，我有点后悔来华国了。 我也是，本以为轻轻松松就可以大赚一笔，现在看来，是啊，刚才的爆炸，詹姆斯和约翰被炸的估计都认不出来了。他们受过专业训练，执行任务时，一般情况下不会讨论这种扰乱军心的话。但现在，对方只是略微出手，就取走他们1/4队员的性命，算得上黑鹰佣兵团成立以来最棘手的一个敌人。凯特，可不管先生怎么喊，凯特已经无法再回答了。所有人报数。短短的一会，他们30多人的雇佣兵团已经只剩下6人了。A 先生突然有一种预感，这次可能真的回不去了。浩哥，巡捕已经出动，时间不多了。应该是刚刚的大雨让树林中昏迷的人提前醒来了，刚才就应该给他们一枪。
说什么都晚了，还是想想接下来怎么应对吧。顾婷婷现在在哪里？1楼西南方向的杂物间，隐藏着一处安全屋的入口，顾家人现在全部藏在里面。安全屋里面人虽然看不到外面的情况，但从持续不断的枪声中可以看出，两方人的交手一定非常激烈。爸妈，我怕。顾婷婷哆嗦着依偎在母亲怀中，她怕了，她真的怕了。她还年轻，还有大把的好时光没有享受，她不想这么早的死去，开始后悔对苏玲玲做过的那些事。如果时光可以倒流，她一定不会重蹈覆辙。可是晚了。接上集，直播事件结束后，我在暴雨的掩盖下潜入顾家庄园，如幽灵般对赶踏进华国的风。李健带着巡捕终于进入了顾家别墅，可眼前的一幕顿时让他们心头一震。被炸成烂铁车辆，墙角2具被烧成黑炭的昆体，远处还有被爆头的3具昆体，场面十分血腥恐怖。隐蔽，注意隐蔽！队长，他们竟然有步枪！李健十分震惊，要知道华国是个禁枪的国家，即便是一把手枪，想弄到手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不过一想到顾家在华国的势力，又不觉得奇怪了。所有人注意，目标人物手中很可能持有武器，如果发现其有任何反抗的迹象，无需请示，直接开枪。浩哥，巡捕动作很快，好像已经进房子了。苏浩没有丝毫慌乱，随即按下了手中的遥控器。爆炸过后，通往杂物间的路已经完全被炸毁，掉落的碎石堵住整个通道，巡捕一时三刻根本无法通过。可恶，苏浩竟然什么都算到了。安全屋内，铁门内部的锁轮开始转动，有人在外面开门。爸，什么情况？外面是……顾天成面色沉重的点了点头。看来 A 先生已经全军覆没了，外面的人很大可能就是苏浩。是他，一定是他，怎么办？爸，救救我！我不想死。住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婷婷，不用担心，这道安全门是你爷爷花费重金打造，除非用炸药。下一秒，门锁转动的声音骤然消失。哈哈，果然，这家伙就算再厉害，他也是个人，不可能。别慌，这门绝对结实，就算是炸药也……再坚固的安全屋也经不住这样连番轰炸，更何况偷工减料后的安全屋，四面墙上已经出现明显的裂痕。顾天成暗道不妙，再来一次，就算这门足够坚固，四面的墙体也受不了。之前先生曾向顾天成索要了大量的炸药，理由是布置庄园内容易藏人的角落，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为了任务结束后携带出境。顾天成也没在意，只要他们不在华国境内搞事情，就随他去。是没想到最终会搬起石头砸自己脚。开门！爸，您在说什么？我说开门。顾天成年轻时是一个杀伐果断的人物，虽说现在老了，锐气不盛，但真到顾家存亡之际，任何人和事都要靠边站，所以只能放弃顾婷婷。爸，您疯了，他一定不会放过婷婷的。对方手中有炸药，我们没得选。老秦，开门！管家无奈，只能上前开门，同时手指紧扣在扳机上，随时准备开枪。门缓缓打开，发出一阵阵沉闷的声响。顾婷婷死死地抓着父亲的衣角，身子抖得像筛糠一样。然而开门的一瞬间，管家并没有开枪，因为门外竟然没有人。下一秒，变化突起，管家痛哭倒地，捂着中弹手臂，用一种决然的表情看了眼苏浩。至此，安全屋内只剩下顾家人还站着。顾天成久居高位，一身气势世间少有人能比。可是当他直面苏浩身上散发着极致且纯粹的杀意时，他退了。苏浩，你女儿是我们顾家对不起你，但你女儿并非没有醒来的希望。难道你想她一醒来就要失去父亲吗？只要你放过婷婷，我向你保证，一定不会向你寻仇，并且给你们一大笔钱，给你女儿找最好的医生。接上集，直播事件结束后，我打倒所有顾家安保力量，冲进安全屋，直接面对施暴事件的始作俑者顾婷婷。还有你的妻子，难道你忍心她一个人拉扯身患重症的女儿？顾天成态度非常诚恳，更不敢对苏浩做出任何威胁。这一刻，顾家的权势荡然无存。金钱在这个世界上可以买到很多东西，优渥的生活、健康的身体，却不包括苏浩的释然。他属于女儿。把顾婷婷交给我，或者我把你们全部搞掉，然后把她带走。苏浩的声音冰冷的如同从九幽地狱传来，不带一丝温度，每一个字都像重锤一样砸在顾家人的心头。苏浩，真的要如此？他还只是个孩子，就不能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不要考验我的耐心，我给过你们机会，是你们没有珍惜，下一枪他会死。苏浩转移枪口，
对准了顾启明的脑袋。是的，原本顾婷婷这5个人渣是不用死的，只怪他们的父母自以为是，以为凭借手中的权势就可以解决一切。段某，你这个恶魔！哼，同你孙女对我女儿做出的暴行比起来，还远远不如。我再数5秒，交出顾婷婷，或者死。顾天成终于狠下心来，为了避免苏浩迁怒于他们身上，他决定放弃顾婷婷。好，我答应你了，你想怎么做？把她绑起来。顾婷婷再也坚持不住，瘫软在地，嘴里不停呼喊着：“爷爷不要，爸妈救我啊！不要啊！我不要死！我不要！我不要！爷爷不要！我求求您！”顾天成的身体也在止不住颤抖着，亲手将自己的孙女捆住交给敌人，可想而知他的心里正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今夜过后，他必定会受千夫所指，但是要想活命，他没得选择。婷婷，爷爷对不起你，爷爷要活下去，你放心，爷爷一定会给你报仇。不要，叔叔，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还是个孩子，求求您原谅我吧，我以后再也不敢了。顾婷婷梨花带雨的表情并未让苏浩有丝毫心软，反而激起他更大的恨意。当初自己的女儿也是这个样子向他们求饶，可他们是怎么做的？所以无论这个人渣如何忏悔，如何求饶，都无法被原谅。苏浩，站住，放开人质！你确定？苏浩拎着顾婷婷往上提了提，似是在向警察展示什么东西。李健眼珠瞬间凸起，像是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都不要开枪，人质身上有炸弹！众人大惊，全部下意识远离扳机，生怕走火。全部后退！绑在顾婷婷身上的是一个拉环式炸弹，拉环与苏浩的左手绑在一起，一旦开枪击毙苏浩，他必然会松开手，同时引爆顾婷婷身上的炸弹。你逃不掉的，只要你还在国内，我们早晚会把你抓捕归案。你说的没错，不过在此之前，我一定要为女儿复仇。你知不知道他们还是孩子？如果人人都像你这样，那还要法律做什么？这个社会早就乱套了。他们也配称作孩子？而且他们做的那些事，只会给其他人带来苦难。苏浩，不管对方做过什么，都要交由法庭审判。你是个军人，你难道连这个道理也不明白？正义也许会迟到，但终会降临。没错，可能某一天正义迟早会降临，可是迟到的正义还是正义吗？这或许是困扰许许多多人的问题。两人对话间，苏浩已经带着顾婷婷来到一辆汽车前，李健心急如焚。一旦让苏浩启动车辆行驶到公路上，肯定生出很多无法预料的变故，加上其背后那名神秘黑客的帮助，对方很大可能逃掉。怎么样？有没有射击角度？有，不过对方左手始终没有离开过炸弹拉环，击毙苏浩的话，很难确保人质的安全。上集直播事件结束后，我挟持了顾婷婷，躲开了巡捕的追捕，来到了预定的废弃工厂。顾婷婷，审判开始了。随着一阵轰鸣声响起，苏浩驾驶的车辆如脱缰野马，快追，千万不能跟丢了！警笛声划破长空，数辆警车如离弦之箭朝着苏浩逃离的方向追去。与此同时，一则通告突然出现在各大网络平台网站，并以极快的速度冲到首页榜单第1名。第2场审判将于今早7点准时开播，敬请期待。短短2个小时内，这则通告的浏览人数已经来到数千万，并以每分钟10%速度增长。浩哥，已经5点了，是时候了。好，苏浩直接将油门踩到底，车速瞬间飙升至200，打了一直跟在后面的巡捕一个措手不及。加上在黑鸟和夜宵控制交通灯转换下，不一会就甩开后面的车辆。浩哥已经暂时摆脱巡捕，但对方已经投入了全部力量，你最多只有10分钟时间。10分钟足够了。而此时各大网络平台的负责人由于热火上的蚂蚁，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截断网络直播。主管，对方现在使用的是一种全新的算法，凭我们现在的技术根本无法破解。这个黑客太厉害了，简直就是个妖孽。何止妖孽，这种算法一旦被掌握，将会是计算机领域的一场革命，这实力绝对是计算机里教父级的。而另一边，苏浩在夜宵的指引下，已经到了一栋被废弃的烂尾楼。时间1分1秒的过去，随着倒计时结束，手机屏幕前的千万网民几乎是同时收到一条直播开启的弹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苏浩。就在这短短几分钟时间，各大平台的直播间人数迅速攀升，几乎是眨眼间就突破1000万大关，并以恐怖的速度朝着1亿人数飙升。网友们的留言更是如潮水般涌来。严惩霸凌者，必须给受害者一个交代。这也太残忍了，这些人怎么能这么做？有权势之人真的可以为所欲为吗？也有一些自诩正义人士对苏浩的做法大加批驳。如果人人都像你这样，那这个社会岂不是都乱套了？你要相信正义也许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我不认同你这种极端的做法。就在这时，直播间顶端弹出一则通告：从现在开始，发表过任何不当言论的人都将被踢出直播间。紧接着，刚刚发言指责苏浩的账号一个个被踢出直播间。与此同时，直播平台那边仍在全力尝试切断直播信号。
不行啊，对方的技术防线太坚固了，这算法一直在自我调整，我们根本找不到突破口。而巡捕这边已经发现苏浩抢走的小车停在东江区富华小区，所有人上车，前往富华小区周边进行地毯式排查。好了，接下来就是最后的审判。苏浩神色严肃，眼神中透着坚定与决绝。随着他缓缓起身，一道被绳索捆绑的身影出现在直播间，他正是今天的主角之一顾婷婷。直播间里瞬间炸开了锅，霸凌者必须处理。我是护城人，也是个父亲，坚决支持苏先生的做法，不然同这样一个恶魔住在同一所城市，肯定彻夜难眠。顾婷婷早已经醒来，只不过双手双脚被缚，什么也做不了。看到苏浩朝自己走来，脑海里不断浮现那4位好友被苏浩打掉的画面，无尽的恐惧瞬间将其淹没。回应他的却是一双冷到极致的眼神。这一刻，任何的哀求都无法动摇苏浩的决心。良久，一切都结束了。这场为期1个多月的复仇计划终于迎来落幕。苏浩的眼神空洞又复杂，有解脱，也有一丝难以言说的迷茫。楼下，巡捕的笛声由远及近。浩哥，该离开了，巡捕马上就会包围这里。离开？去哪？国外啊，我船都给您找好了，先到大象国，再转到猴子国、缅国，最后到黑州。接上集，为期1个多月的复仇计划终于迎来落幕。巡捕也将我团团围住，而我也该为我的行为负责。我女儿还有醒来的机会，我不想她醒来后发现自己的父亲逃亡到了国外。可是你会被判死刑的。是啊，逃去国外，至少还活着，总比告诉离了你的死讯强吧。浩哥，你别犯傻啊！再说这以后又不是不能回来了，等这次风波过去，随便弄个假身份，你全国各地跑都没问题。苏浩不为所动，因为他是一名军人，他有他的坚持。你们也不用过于担心，虽然不是很确定，但军方的人应该不会坐视不管。黑鸟3人顿时呆若木鸡，开什么国际玩笑？就他做的这些事，够枪毙他好几次的。毕竟从法律角度来看，苏浩就是嘎人犯，而且是连环嘎人犯，无论放在哪个国家都会被判处死刑，更不用说华国是出了名的法理大于情理。浩哥，这个时候就不要开玩笑了，再不走就真的来不及了。你们不明白，除非叛国，否则无论犯下多大的罪行，我都不可能被判死刑。黑鸟几人不解，急着想询问原因，可巡捕并未给他们这个机会。不许动，把手举起来。黑鸟，谢谢了。浩哥，这是我欠你的。呵呵，是啊，这么看来，咱俩扯平了。黑鸟，现在怎么办？从长计议。最终，苏浩束手就擒，巡捕将其控制。可是，顾婷婷真的死了。作为这次抓捕行动的总负责人，李健的关注力却全部放在了椅子上的昆体上。怎么样？急救医生一脸沉重地摇了摇脑袋。完了，一切都完了。正如阮安平之前说过，苏浩女儿被霸凌一案，故事官场必须给军方一个交代，而最先被开刀的必然是他这个级别最低的巡捕大队长。李健要想自救，唯有一法，那就是救下顾婷婷，获得顾家的庇护。但现在这具冰凉的昆体不仅不能带来庇护，甚至有可能招来顾家的怒火。你知道你干了什么吗？你把所有人都拖进了深渊。我只是在做我认为对的事，为我女儿讨回公道。公道？你这是在破坏秩序！你以为靠嘎人就能解决问题？秩序在我女儿被霸凌，我四处申诉无门的时候，秩序在哪里？我曾经相信过你，李健，可结果呢？李健顿时语塞，想起自己找到苏浩，表示一定尽全力调查，可结果却是他没能忍住不起名的利诱。李队，这里不是审讯的地方，先把他带回局里吧。哼，苏浩，你以为不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了吗？没什么好说的。局长你怎么来了？从现在开始，苏浩的案子你就不要再跟了，回头把资料交接给这位首长。为什么？我们好不容易将人抓住，就这么让出去？你知道对方是谁吗？东叔军法执行处负责人，他亲自来提人，说明苏浩背后牵扯的东西远超我们想象。那也不能一点理由都不给就将人带走，咱们是巡捕，怎么跟民众交代？李健的考虑完全没错，要知道这次直播事件造成的舆论之广前所未有，全国超过50%，数亿人都在关注法庭的审判结果。首长，事情就是这样，不管怎么说，我们巡捕房总得给民众一个说法，你说是不是？你说的这些，我们军方都有考虑到，不会出现大乱子的。哦，这样啊，那我就放心了。既然没问题了，那现在就把人交给我们吧。等等，首长，我想知道罪犯到底是什么背景，需要您这么大领导亲自来提审。李健，给我注意态度，你是什么身份？首长您不用理会他，任您什么时候提走都可以，我们这边绝对无条件配合。接上集，为女儿复仇后，我放弃了抵抗，自愿被捕。可军方并没有放弃我，只是谁也不会知道，这将是另外一盘博弈的开始。
此刻护士海军大院里，两位身穿军服的中将正为苏浩的处理闹得不可开交。一位是苏浩的牢领导阮安平，还有便是中枢军法执行处负责人赵国邦。宝塔，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劳领导，我希望您能明白，苏浩代表的可不仅仅是他一人。如果咱们的处理结果不能令他们满意，会出大乱子的。赵国邦当然清楚阮安平话中的他们指的是谁。如果真像阮安平说的那样，那确实麻烦得很。可你知道，如果我们保下苏浩，要付出怎样的代价吗？而且我觉得你做这些完全没有必要。苏浩作为001小队的一员，享有最高级别的死刑豁免权，即便咱们什么都不做，他最多被判终身监禁。死刑豁免权，顾名思义，凡是得到这条款保护的人，无论犯多大的罪行，都不会被判处死刑，相当于古代的免死金牌。在华国能享此殊荣的，除了开国那一批元勋外，就只有对华国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人。001小队全体成员恰恰就是后者。即便如此，我还是坚持保苏浩，让他无罪释放。不可能，军法如山，谁也不能破例。被夹在中间的王启臣有苦难言，只能两边劝。不过最终还是谈崩了，不欢而散。可谁都没想到，当晚赵国邦又来到阮安平的住处。你说咱们这么做是不是有点不厚道啊？他王启臣半边屁股都坐在顾家那边去了，再不敲打的，整个护城都要成他顾家的了。可是他们要是不上套怎么办？那就要看顾启明对他这宝贝女儿的感情有多深了。苏浩呢？你就这么肯定他会顺着咱们的计划走？这个我可以向您保证，妻子和女儿是他的逆鳞，任何人处之即死。万一苏浩没能我们想要的结果呢？您知道吗？就连我都没见过他全力出手，更何况苏浩服役期间救过的那些队友，已经到了护市，只要他们一半出手，那护城顾家必死无疑。希望这件事过后，京城的顾家能有所收敛，不要再把手伸到不该伸的地方。赵国邦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过后，便沉默不语。阮安平也若有所思，眼中的杀机若隐若现。另一边，顾天成在安顿好自己家人后，也是在第一时间得知苏浩被军方带走的消息。他却怎么也想不明白军方此举的目的。苏浩将事情闹得这般大，绝无活路可言，不然就是对华国法律体系的践踏。大，怎么了？是巡捕房那边有消息了？没什么大事，家族那边我还有事要回去处理，你安心养病，其他的别操心。察觉到父亲有所隐瞒，苏启明便利用自己的关系网，得知到了一切后，我绝对不允许军方把苏浩带走，给我联系王军长。不过很快，顾启明的心情就像被泼了一盆凉水一样，瞬间冷却下来。不可能，现在明面上为对方站台的，就有2名级别不低于我的实权将领，背后站台那位至少也是肩扛3颗星的存在。对方要是在我地盘上出事，我可承担不起那位的怒火。那他们有没有讲如何处置那个混蛋？一方要保他，一方要什么保他？启明，你先不要激动，现在还在讨论，结果还没出来呢。王首长，我要见苏浩。面对顾启明的坚持，王启臣斟酌许久，只是见一面，应该出不了什么事。好，不过只允许1个小时。苏浩，你这个混蛋！我女儿明明已经知道错了，为什么还要嘎她？为什么？仅仅一句我错了，就能弥补他对我女儿造成的伤害吗？让他没有什么痛苦的死去，已经是很便宜他了。你混蛋，他才14岁。我女儿也是14岁。顾启明气得浑身发抖，手指着苏浩，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来。我不管他做了什么，我一定让你付出代价。如果你真能对我做什么，就不会只是在这里无能狂吠了。顾启明被气得面色涨红，几近癫狂。突然，他笑了。军方保着你，我确实拿你没办法，但是你别忘了，你还有老婆和孩子。爹上级为女儿复仇后，我自愿被捕。然而顾婷婷的父亲竟然要报复我的妻女，为了他们2人，我决定逃出军区。顾启明，你若敢动我妻儿分毫，我保证顾家上下鸡犬不留。顾启明被苏浩这突如其来的气势吓得本能的往后缩了缩，但很快又强装镇定，脸上挂着扭曲的笑容。苏浩，你现在不过是阶下囚，还敢如此张狂，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护得住他们。在外守候的王启臣见势不妙，赶忙指挥部下上前将苏浩控制住。苏浩的眼睛却一刻也没有离开顾启明，眼神中的杀意仿佛实质化一般。好好体验一下亲眼看着妻儿被杀死却无能为力是什么感受吧。离开军区的顾启明第一时间就让秘书发下暗赏，另外又拨出一组号码。我女儿死了，你们给我立刻回国。顾启明作为护城顾家的唯一接班人，手里自然掌握着一些不为人知的力量，有的甚至连他父亲都瞒着。苏浩，你准备好迎接我的怒火了吗？顾启明眼中闪过一丝阴狠的光芒，仿佛已经看到苏浩在他的报复下痛苦挣扎的模样。然而被仇恨完全蒙蔽双眼的他，丝毫没有察觉到一张针对顾家的滔天巨网已悄然形成。
顾启明已经上套，咱们需不需要做点什么？不用，这个时候做多错多，咱们静观其变即可。军区那边呢？看守力度可不是一般的强，你确定他能逃出来？要不要？哎呦，我的老领导，您不用多虑，安心看戏就成。没有人比阮安平更清楚苏浩的实力有多强。要说杀出整个军区，他可能办不到，但要说只是越过众多守卫逃出，轻而易举。苏浩的妻女那边呢？咱们总不能眼睁睁看着。您老放心，自有人护他们周全。还记得我之前跟您讲过，阿浩曾经的队友已经汇聚到护城。还有一个问题，最后苏浩你准备怎么处理？国内肯定没他容身之处，改名换姓都不行。他那张脸几乎全国人民都认识。阮安平笑而不语，答案似乎早已明了。与此同时，秘书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顾启明交代的任务。他首先找到的就是跟顾家关系密切的护城地下皇帝徐文强。徐总，这是100万定金，事成之后还有900万。李秘书，你这出手可真大方。不过能让苏总这么上心的事儿，想必不简单。还是先说说要我做什么吧。徐文强能够称霸护城地下世界，靠的从来不是够勇够狠，而是足够谨慎以及审时度势。顾家虽然是他背后的大金主，但能在他面前说一不二的，也就只有顾天成一人。顾启明还差点火候。很简单，把这人的老婆孩子抓起来，然后……徐文强看到照片上的脸后，顿时脸色大变。半个月前，顾氏庄园外围被打倒的100多人，其中大部分就是他的手下。徐老大，苏浩已经被抓捕，任他再厉害也翻不起什么浪花。这钱于你而言相当于白送给你，我不知道你还在犹豫什么。好，李秘书放心，这事儿包在我身上。城市的另一头，沈巍为了给女儿治病，家里的房子已经卖掉，只能寄居在医院附近30来平米的出租屋内。谁？送快递的。你送错了，我没买东西。不会错的，地址姓名都对。老大，这小妞真带劲的，会捉住的话，先让我好好教育教育一下。不行，你只能排第2。爹上级为女儿复仇后，我自愿被捕。然而顾婷婷的父亲竟然要报复我的妻女，但他却不知道，这是一张军方针对顾家的大门。人呢？与此同时，在沈巍出租屋附近的一个旧民房内，刚才在沈巍门前出现的小混混已经全部被打倒在地。保护沈巍的正是苏浩昔日的战友001小队的成员。真被强哥说中了，对方果然对阿浩老婆孩子出手了。现在怎么办？这5个家伙是嘎还是留？留活口，问出幕后主使。这还用问？肯定是顾家。这不是在国外，凡事要讲证据。医生，他们几个交给你了，多久能从他们口中得出答案？就他们几个小混混，超过5分钟都算砸了我的招牌。医生是001中的刑讯专家，一套独特的手法恐怖至极。按他的话就是，没有他问不出的秘密。你不要过来啊！队长，医院又来人了。听到电话那头的汇报，队长脸色微变，似乎没预料到一波刚平，下一波来得这么快。多少人？1个，有枪。人没事吧？没事，对方本打算从小林的用药上面下手，还好小龙发现的及时。队长心中的怒火被杜家找死！其余人听到同样义愤填膺。李山，你把那人带回来，我要亲耳听到这人说出幕后主使。半小时后，在医生的特殊手法下，所有前来报复的人便已招供，幕后主谋正是顾启明。队长，既然确定是顾家了，你说怎么办吧？还能怎么办？阿浩也是糊涂，打蛇不死转被伤人的道理都不懂。就是嘎都嘎了，还不知道赶尽嘎绝。幸亏有咱个几十个，不然有他后悔的。众人七嘴八舌，表达的意思却只有一个：除掉顾家。只是顾家在华国纵横政商两界，想要连根拔起，谈何容易？阿浩现在是什么情况？还是老样子，军方将人提走之后就一直关押在军区，那里封锁得很紧，一点消息传不出来。要想个法子先把阿浩救出来。而就在这时，李维强随身携带的耳机传来黑鸟的声音：强哥，我倒是有个办法。在苏浩被捕后，黑鸟几人并没有按他的意思，而是一直保留着跟李维强的联系。什么办法？我在法安局档案库里查到的关于这座军区的全部信息，只需要伪装一份身份证明，应该可以混进去吧？黑鸟的提议得到所有人的赞同，商定之后，便准备晚上实施营救行动。然而，负责保护沈维母女的队友打来一则电话，打断了他们所有的计划。队长，我看见浩哥了。什么？你确定是阿浩？千真万确，队长，我一直盯着呢。他先是在街角徘徊，然后趁着夜色摸进了出租屋。队长很是意外，自己等人的营救计划还没来得及实施，苏浩竟然自己出来了。与此同时，沈薇回到出租屋，打开灯，第一眼便看到站在床边的老公苏浩。
你怎么会在这里？苏浩脸上满是疲惫，但眼神中却透着一丝如释重负。他走上前，轻轻抱住沈巍，声音有些沙哑：“我担心你们逃出来了。”自从那天顾启明放下狠话要报复妻子和女儿后，苏浩就一直忧心忡忡，一刻未能入眠。逃出来的第一时间就是前来确认妻女的安全。听到苏浩的话，沈巍心中涌起一股不祥的预感。阿浩，前2天晚上有人敲出租屋的门，我打开门却什么都没看到，不会是……苏浩的脸色瞬间变得阴沉，将妻子紧紧搂在怀中，试图让她安心。不怕，有我在。可心中的怒火却如同被压抑的岩浆，在心底熊熊燃烧。俗话说，祸不及妻儿，冤有头债有主，这是苏浩的行事准则。可顾家，或者说顾启明，却不会像他这么有原则。老公，我跟女儿怎么办？要不要先找个地方躲起来？不要，你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其他的全部交给我。我曾经的一些战友在网上得知了我的遭遇后，自发前来，并暗中保护你们俩。可是顾家势力庞大，会不会连累他们啊？他们都是经历过生死考验的人，实力绝对没问题。而且我也不会让你和女儿一直处于危险之中。接上集，为女儿复仇后，我自愿被捕。昔日的战友暗中保护我的妻女，护城顾家，准备毁灭吧。谁？是谁？嫂子，浩哥，是我，阿虎。听到阿虎这个名字，苏浩心中一动，记忆瞬间被拉回到那段在部队的时光。阿虎是他曾经服役1时的战友，比他晚入伍2年，自己还救过他的命，关系相当不错。浩哥，咱们终于又见面了。阿虎，你怎么来了？不只是我，你第一次直播后，队长、医生、山哥全都来了。听到这10几个人名字，苏浩心中猛地一震，脸上满是难以置信的表情。你们疯了！要是被上级发现你们私下汇聚，后果将不堪设想。退役时，上级禁止他们互相联系，如今这么多人汇聚在一起，一旦被发现，将会是军法的处置。阿虎却毫不在意地摊摊手，嘴里露出讥讽的笑容。发现了又怎么样？我早就失望了。经过交谈，苏浩才得知，这些年大家或多或少都受到过当地权贵的欺压，尤其是经济越落后的地方，这种现象越严重。但即便如此，他们仍被心中的家国大义束缚，期待将来的某一天，国家记起他们，还给属于他们的公道。可结果等来的不是他们想要的公道，而是苏浩的爆发。跟随阿虎来到众人藏身的破旧厂房，那一张张熟悉而又显陌生的面庞，记忆再次被拉至往昔并肩作战的峥嵘岁月。浩哥，你个混蛋，竟然把我丢下，一个人行动。苏浩歉意一笑，一切尽在不言中。随后每个人都送上一个有力的拥抱。阿浩，你怎么出来的？苏浩没有隐瞒，将顾启明扬言报复妻女的事情告知众人，所以才从军区关押处逃了出来。这狗东西还敢动嫂子，老子非要把他撕成碎片！就他女儿做的那些事，死10000次也不为过。阿浩，那你之后有什么打算？我还没想好。阿浩，要不去国外吧？以目前苏浩的处境，到国外未尝不是一个好的提议。只是一想到要跟妻女分隔万里，又万分不舍。阿浩，不要犹豫了，难道你真的甘心被抓进监狱关一辈子？是啊，浩哥，就咱兄弟们的本事，到了国外那才是天高任鸟飞。对，咱们出国后也成立个佣兵团，什么黑鹰、上帝武装在咱们面前全都是垃圾。苏浩陷入了沉思，一方面是对妻女的牵挂，另一方面是兄弟们的殷切期望，这两者在他心中不断拉扯。队长看出他的纠结，上前拍了拍他的肩膀。阿浩，你还是不明白，其实出国才是对你老婆孩子最好的保护。护城顾家容易解决，但你有没有想过京城顾家？华国顾家有2个分支，一个是护城的顾家，还有一个就是京城顾家。京城顾家是一个在政界有着深厚根基、实力盘根错节的庞然大物。你嘎一个顾婷婷，最多是面临护城顾家的报复，可要是将整个护城顾家灭掉，京城顾家绝不可能无动于衷。如果你逃往国外，就会有所不同。虽然依旧会面临京城顾家的追赶，但只要一天没有将你嘎掉，他们就会忌惮你，绝不敢先对你老婆孩子下手。队长说的有道理，只要苏浩在国外，不在他的势力范围，京城顾家家大业大，不到万不得已山穷水尽的地步，是不可能有与对方鱼死网破这个的。思考再三，苏浩终于下定了决心，眼神瞬间变得锐利如刀。好，那接下来就该讨论讨论怎么解决这个护城顾家了。与此同时，另一边的军区首长王启臣正抓耳挠腮地盯着眼前的监库，上面正是苏浩越狱的全过程。给我查，不惜一切代价，就算把整个护城翻个底朝天，也要把人给我找出来。老王，你冷静一点。你要是这么做，人抓不抓得到先不说，在这之前，苏浩越狱的消息一定会传出去，被那2位知道的话，一定会拿你问责。那你说怎么办？老王，要不问问顾家？王启臣眼睛猛地一亮，顾家在护城黑白2道通吃，白道力量不能动用，否则一定瞒不过阮安平。但黑道论找人，有的时候黑道确实比白道更管用。老爷，王军长那边来信了。接上集，为了保护妻女，我逃出军区，再次碰到昔日的战友。这一次，我终于下定决心，护城顾家，毁灭吧！
王首长，这么晚打电话过来，是有什么要紧事吗？顾老，有个不好的消息跟您说，苏浩越狱了，我们到现在都没能找到他的踪迹，现在情况紧急，希望你发挥你的人脉关系，寻找他的行踪。顾天成顿时心底一沉，忽然回想起不久前和京城那位大哥的电话。天成，不管军方最后对苏浩是什么判决，你们都不要轻举妄动，尤其不能激怒他。大哥，为什么他都被逮捕了？逮捕？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就好了，他是主动放弃抵抗。一个军方的朋友告诉我，以苏浩的实力，当时围捕的巡捕根本不足以对他造成威胁。现在不管如何，在判决下来之前，千万不能将苏浩逼急了，否则整个顾家将迎来有史以来最强大的一个敌人，不死不休的那种。你明白了吗？可现在顾天成实在想不明白，苏浩既然主动放弃抵抗被抓捕，可现在又为何越狱？顾老，王首长，苏浩关押期间是不是发生了什么，或者有谁跟他见过面？王启臣也没什么好隐瞒，便将那天顾启明跟苏浩见面的对话一一道出。顾天成顿时感到一阵阵心颤，他是切身体会过苏浩的恐怖。一个人无声无息，没有任何损伤的解决掉他花费重金请来的雇佣兵团。本以为噩梦已经过去，然而才过去不到1周，又要来了。挂了电话后的王启臣气得不断诅咒阮平安的祖宗18代。阮安平，你个龟孙坑我！但凡多说一句，我都会派出军区里最强的作战小队，24小时不间断看守。而顾天成这边已经拨出了一个国际号码。我是顾天成，魏恩神，我需要一支最好的安保团队。没问题，但是顾总，你知道的，华国是我们组织势力唯一没有涉及的国度，价格方面，多少钱都不是问题，我要最好的。OK， 顾总，1个亿美金，我会派出我们组织最优秀一支特战小队，他们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作战装备。联系完境外势力后，顾天成又把电话打给徐文强。在普通人眼里，徐文强是护城的地下皇帝，黑白2道通吃，势力滔天。可只有到了一定层次的人才知道，这位晚上12点过后我是天的人物，其实是顾家养的一条比较有分量的狗。苏浩已经越狱了，马上发动你所有的地下势力，给我找到他。这边防范工作进行得如火如荼，而另一边的苏浩等人也没有闲着。李山、阿虎，摸查的任务就交给你俩了。阿龙、四伟，你俩负责火力支援，尽早找到需要的武器。收到。队长，我们呢？对呀，这几天都快闷出痱子来了。呵呵，既然决定去国外，总不能一板二进的去。咱们去画点盐。画员找谁？当然是护城的土皇帝啦！别忘了，他可是顾家最忠实的狗。我尼玛，这家伙不会是在做春梦吧？吃安眠药了，就这警觉性，还地下皇帝，我呸！好了，外面应该也收拾的差不多了，强哥先把他控制起来再弄醒，后面就交给你的医生，不要玩得太过分，记得问出保险库的密码。我去，这么多年，医生还是一样，真他妈的变态！理解一下吧，他可是憋了好几年。苏浩忍不住皱了皱眉，以前在国外执行任务时，医生如此做他心中毫无波澜，但在国内总莫名感觉不舒服。阿浩，我明白你的心情，但是你要知道，这些人没有一个是无辜的。就徐文强犯下的罪行就罄竹难书，多少人的家庭因他而被破坏。我明白。这时候，医生也正好完事，用毛巾擦拭手上的血液，一脸满足地走出卧室。里面的徐文强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形，一代护城地下皇帝就此落下迷。接上集，为了保护妻女，我终于决定和战友逃离国外，但临走之前，绝不能留下任何后果。爷爷，我不要死！爷爷，爷爷，停铁，不！天成，你怎么又雇了一批国外武装入境？出什么事了？顾天阳语气中带着担忧，两人是亲兄弟，一起风里来雨里去几十年，兄弟情极深。而顾天养作为顾天成华国最大的后台，自然不会对他有所保留。大哥，苏浩越狱了。什么？我不是跟你说过，不管最后怎么判决，你都不能再招惹他。顾天成自知理亏，面对兄长的训斥，一句辩解的话都讲不出来。但事已至此，只能走一步看一步，想办法应对接下来的挑战。大哥，我雇佣的这支境外武装来自一个神秘的组织，实力非常强大。苏浩他再强，那也是个人，只要是人就可以被杀死。天成，我那位军方朋友说过，一旦被苏浩盯上，即便是大罗神仙也难保。虽然这话有些夸张，但是也从侧面说明苏浩实力之强，难以想象。大哥，我知道不该问，但我真的很好奇你那位军方朋友的身份。顾天成第一次得知这个人存在是在2年前，大侄顾明胜来护市为他过85大寿，过完寿也没有急着回去，每天跟着他孙子顾明光到处玩。一次在酒吧与人起了冲突，都是18岁，年轻气盛的时候，一言不合就打了起来。
因为是顾明光的主场，对方吃了亏，被打断一条腿。最后顾明胜还放下一句狠话：我爸是顾振国，下次再见到你，把你另外一条腿也打断。态度十分嚣张，却不曾想这段竟被人拍了下来，传到网上，一时间引起热议。顾振国的身份也迅速被人扒了出来。43岁，汉东省副省长、副部级干部。幸亏顾家反应及时，才没有更多人的身份被扒出来。不过受此事件影响，顾振国当年的省长正部级提拔也泡汤了。本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可突然一个消息令所有人傻眼了：顾明胜被军方特种部队直接抓了。一查才知道，被打的那人竟然有军方背景，而且级别很高。顾家在政商两界实力雄厚，但在军方也就顾天养有几个旧相识，能说得上几句话。但现在顾明胜将人腿打断，可不是几句话就能解决的。顾明胜作为京城顾家唯一继承人，绝不允许出事。顾天养不得已拿出隐藏多年的底牌，一个电话打到军方某位神秘大佬那，寥寥几句话。第二天，顾明胜就被放了出来。那位神秘军方大佬是谁？什么级别？位居何职？除顾天养和一些军方大佬外，没人知道。不过经此一事，也暴露了顾天养扩展势力至军界的意图。天成，有些事你无需多问，知道的太多反而会给你招来麻烦，当务之急是……顾天养话没说完，便猛地顿住，一股强烈的不安涌上心头。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好像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天成，我们可能中计了，对方的目标是你，或者说是整个护城顾家，而那把实现目标的刀就是苏浩。第二天早上，经过和大哥一晚商讨的顾天成刚醒来，便接到管家联系不上徐文强的消息。老爷，徐总那边从早上开始电话就打不通了，我已经安排了人过去查看。徐文强做那种买卖，仇家肯定也不少，可这么多年都没出事，怎么偏偏这个时候？难道是苏浩？他突然意识到，顾启明如果打算报复苏浩的妻女，要么雇佣国外的杀手，要么借助黑道势力。徐文强这个护城地下皇帝绝对是第一人选。紧跟着前去寻找徐文强的手下也传来了消息，徐文强嘎了，嘎状非常惨，甚至把管家老秦都看透了。与此同时，一支装备精良的特战小队已经到达护城港口。接上集，为了保护妻女，我终于决定和战友逃离国外，但临走之前，绝不能留下任何后果。顾家，顾启明，我们又来了。浩哥，统计出来了，从徐文强那里总共得到15亿8千万华国币。我去，发财了！人群中有人忍不住惊呼出声，声音里满是震撼与狂喜。苏浩抬手，现场瞬间安静下来。咱们兄弟有28个人，平均每人可以分到手5000多万。一听到自己可以分到手5000多万，所有人喜色瞬间溢于言表。只有队长听出不一样的意思。之前他们一起商量过，这笔钱用于到国外后发展势力。苏浩现在算这笔账是什么意思？阿浩，什么意思？你要散伙？怎么能散伙呢？咱们不说好要用这笔钱到国外干大事吗？就是啊，我绝对不同意。苏浩看着众人情绪激动，神色平静，缓缓站起身，微微叹了一口气。我自有我的考虑。我不管你什么考虑，我绝对不同意散伙。如果早知道是散伙的结局，我也不会千里迢迢跑来这里。兄弟们情绪愈发激动，七嘴八舌的叫嚷着。好了，都先安静，让阿浩讲完。各位，我理解你们的心情。顾家在华国是个庞然大物，一旦咱们除掉护城顾家，一定会面临京城顾家无休止的追杀。他们主要目标肯定是我，这是我一个人的事情，我不想连累兄弟们。靠，咱们可是出生入死的兄弟，你他娘的说什么连累？我这条命都是浩哥你救的，我要是同意散伙，我成什么了？咱们什么危险场面没经历过？区顾家的追杀算个屁！就是惹急了我们，把特娘的京城顾家也给灭了。兄弟们的声音此起彼伏，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坚定与不满。苏浩看着眼前这些曾经同生共死的兄弟，心中涌起一股暖流，眼眶不禁微微泛红。数年时间，他们没有变，苏浩也没有变。阿浩，今天忙活了一天了，大家都太饿了，走，我请你们吃大餐去。现在去外面吃顿好的，会不会很贵啊？不贵，我美团团购团的，含美食茶饮5折起，吃一顿火锅能省大100-200呢。哦，那走，正好我也饿了。阿浩，这么多年过去，你怎么还是这么单纯？你想想，咱们退役的时候，为什么要求咱们无论遇到任何情况都不能泄露身份，不能相互联系？苏浩当然清楚，服役5年，执行过不下100次的任务，随便都会在国际上。这还是在华国，掌握如此重要机密，还能全身而退，过上平静的生活。若是换到其他国家，所以即便没有顾家，你觉得军方会眼睁睁看着我们在国外逍遥，无动于衷吗？答案当然是不会。队长，我懂了，但是以顾家的财力，绝对可以驱动国际上所有地下势力，届时可是同整个世界为敌了。阿浩，咱们什么时候怕过？想当初咱们执行那些任务的时候，哪一次不是九死一生？可咱们不也都挺过来了吗？顾家虽然有钱，但他们也不是无所不能的。
队长讲的没错，就咱们兄弟这一身本事，谁是狼谁是羊还说不准呢。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来多少咱们杀多少，杀到他们胆寒，杀到再多的钱他们都不敢动心。阿浩，你有没有想过，将来再次回到华国，与自己的妻女过上平凡的生活？当然想，做梦都想，但是有可能吗？当然有可能，但前提是你足够强大，或者说你有背后有强大的势力支撑，比顾家还要强大，强大到整个华国政府都不得不妥协。队长的声音坚定而有力，在这废弃工厂中回荡。苏浩心中一震，他从未想过能强大到那种地步，但此刻这个念头在他心中生根发芽。其他兄弟也纷纷点头，眼神中透露出对未来的期待。苏浩看着这些同生共死的兄弟，心中涌起一股豪情壮举。好，那就干！众人齐声高呼，士气大振。他们终于有了坚定的信念，这或许是他们将来成功登顶的关键。一些人和组织或将迎来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敌人。接上集，为了保护妻女，我终于决定和战友逃离国外，但临走之前，绝不能留下任何后果。顾家，顾启明，我们又来了。此时在顾家别墅外，李山和阿虎正在观察顾家情况。山哥，有情况，别看。李山赶忙朝阿虎指向的方向看去，只见4辆黑色中型面包车正急速驶向顾家大门。随着车辆驶入庄园停下，视线中竟出现顾天成的身影。看来这些人身份不简单，竟要顾家家主亲自出来迎接。话音刚落，车门打开，一群黑色特制防弹衣包裹全身，手持步枪的人鱼贯而出。他们动作敏捷，井然有序，迅速在庄园内形成了战斗队形。哇靠，这是顾家人雇佣的保镖，我尼玛穿的是防弹衣。我去 ，KNBA 防弹衣。什么？黑鸟你认识？这可是个好东西，一般人可弄不到。有多好？这是漂亮国军方专门为海豹突击队和高风险任务设计的，防护性能极强，能抵御小中口径枪械的近距离射击。李山顿时心底一沉。这么说来，我们手里的那些枪，在这件防弹衣面前全成了废铁。我的乖乖，这么牛逼，咱服役那会要是有这么高级的装备，也不至于死那么多人。就在3人谈话的功夫，头车又下来2人。这2人身着黑色西装，身形挺拔，步伐沉稳。尽管距离有些远，但李山还是从这2人身上嗅到一丝危险的气息。我去，连人带武器一起弄入境，这顾家能量还真是不一般。阿虎语气中带着一丝讥讽，这群人若是偷渡入境，绝不可能就这么穿着装备过来。黑鸟，能不能查到这群人的身份？稍等，我查一下。没多久，黑鸟便有了结果。查到，这些人属于圆桌会。圆桌会，山哥，你听说过？曾经执行任务时跟这个组织打过交道。不对，他不是杀手组织吗？怎么还接安保任务了？圆桌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7年的罗马帝国时期，并且一直存在至今。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多次变革，演变成现在这个全球顶级杀手机构。圆桌会下面还管辖着大量的附庸组织，包括杀手学院、雇佣兵、武器商店等。这些组织构成了圆桌会的庞大网络。这个就不清楚了，也许是因为顾家给的钱够多吧。李山哑然，现实确实如此。不管是杀手还是保镖，最终目的都是为了钱。只要钱到位，保镖也可能立马变杀手。这帮孙子跑华国来了，看来当年还是杀少了。从李山口中得知，几年前我国一个高官出国访问时，被圆桌会刺杀身亡。上头震怒，派出001小队调查并严厉打击相关势力，最终先后灭掉圆桌会设在樱花国和黑州的4处据点。同一时间，巡捕在收到报警后，立马包围了徐文强的别墅，而带队的正是李健大队长。在出发之前，正副2位局长器重地对李健说：“明昆区出现一起凶杀案，我跟局长推荐你去调查，好好的利用这次机会。”是。 2位局长表面虽然说的冠冕堂皇，实际上却是昨天他们收到顾天成的电话，让他们务必捉到苏浩。思来想去，在两边都不得罪的情况下，最好的方法就是再次启用李健，抓捕苏浩归案。他2人功劳肯定跑不了，顾家的人情也就到手了。哪怕最后抓不到，也有李健这个大队长作为替罪羊。而另一边的护城军区内，什么人跑了？这也不能全怪我，不怪你，难道还怪我们不成？王启臣张了张嘴，有苦难言。老王，人可是交到你手上了。我和老领导临走时，你也是信誓旦旦的保证不会出事。现在你说该怎么办吧？能怎么办？再给你们抓回来就是了。王启臣自知理亏，也不再找借口辩解。阮安平和赵国邦相视一笑，眼底闪过一丝狡黠。行，有老王你这句话，我不会再为难你。但是人要是抓不回来，你亲自跟中书军委交代吧。不是，就丢个人，怎么还要我亲自去中书请罪了？因为这个人是军委点名要带回京城。接上集，为了保护妻女，我终于决定和战友逃离国外，但临走之前，绝不能留下任何后果。顾家，顾启明，我们又来了！什么？王启臣直接破防，心中破口大骂：“你们2个坑我！”老王，
说坑你不太好，你还真以为你做的那些是天衣无缝？王启臣一愣，不过他的应变能力很强，脸上的惊慌之色一闪而过，便恢复平静。我不明白你们在讲什么。你承不承认无所谓，咱们这里可不像其他地方，什么事情都讲证据，讲法律。王启臣只觉一股寒意瞬间从脊背流向全身。他从军数十年，自然了解军方的一些手段。军队是一个国家的利刃，讲究的是高效与忠诚，容不得半点潜在的威胁。哼，就算是这样，我自问对得起国家，对得起人民，你们也奈何不了我。王启臣很自信，他级别是中将，且在军界深耕多年，人脉也不少，加上顾家肯定不会眼睁睁看着自己落马。而且这个人我只是代为关押，你一没告诉我这人的重要性，二没说他的危险性，所以就算人丢了，跟我关系也不大。然而二人脸上并没有出现王启臣预料的表情，反而一脸平静。事情可不会这么简单。而在另一边，苏浩和他的一般兄弟已经准备就绪，蓄势待发。阿浩，一切准备就绪，咱们什么时候行动？哎，我说强哥，阿虎都讲了，人家是圆桌会，还配装了全身防弹衣，咱这枪估计连层皮都打不破。说全身防弹有点夸张了。根据黑鸟提供的资料，这全身防弹衣跟普通防弹衣所用材料没什么差别，无外乎将防御面积扩大了。你的意思是，这里就是弱点，脖子、前后颈、胳膊关节处。苏浩挨个指了一遍，众人眼睛一亮。对啊，这些移动连接处肯定不可能也防弹。当然，是否如他们推断的一样，还要与这些人交手后才清楚。随后，众人又制定了行动结束后的脱身计划。在行动之前，我还要强调一遍，绝不允许对巡捕人员下手。不是，那就任凭他们开枪打咱们吗？大家要明白，嘎100个普通人，国家只会把你立为通缉犯；可只要嘎一个国家执法人员，就是叛国。众人微感错愕，他们确实没想到这一点。前者还有挽回的余地，可要是后者，纵观历史，叛国者的下场无异得了善终。苏浩表情微动，自然明白队长话里隐含的意思，内心也十分认同。他身为退伍军人，满腔热血还未凉透，加上妻女还要留在华国。转眼间晚上就到了，苏浩和他的战友全副武装来到了顾家庄园。阿浩，不好办啊！对方40个人，全身防弹衣，并且现在还不知道有没有其他功用，有点棘手啊！18个岗哨，房子方圆2000米内，基本没有实现死角。队长也忍不住生出一丝忧心，只有苏浩一脸平静，盯着庄园内的一个3人岗哨看了好久。老规矩，我先上。在这种死角全无的守卫下，想要悄无声息地摸进去，最好是先端掉一个岗哨。此任务必须是他们之中最强的一个执行，为苏浩莫属。阿浩，注意安全。放心。下一秒，苏浩的身影在夜色中宛如鬼魅，几个起落便消失在山林的暗影之中。李维强和队长的心瞬间悬了起来，眼睛死死地盯着苏浩消失的方向，手中的武器下意识地握紧，做好随时强攻的准备。快去跟阿浩会合，他已经解决那处岗哨了，咱们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摸到敌人后方，给敌人突然一击。爹上级，为了保护妻女，我和战友再次来到顾家，可这里已经被圆桌会布满防御，要悄无声息地摸进去，就非我莫属，因为我是001中最强的。10分28秒，这是苏浩从离开到解决2个岗哨所花费的时间。好小子，过去这么多年，身手是一点没退步啊。是啊，阿浩，你怎么做到的？是不是偷摸训练了？以后有的是时间跟你们絮叨，现在该怎么做，不用我提醒你们吧？强哥，医生，你们跟着我，其他人按计划行动。话音一落，其他人立马四散开来，分别朝着其他岗哨摸去。曾经在战场上摸爬滚打养成的默契，让他们心领神会，迅速进入战斗状态。而在另一边，顾先生还不去睡吗？亨特作为这次安保任务的领头人，和副手桑尼24小时轮班守卫在顾天成的身旁。不知道怎么回事，总感到莫名的心慌。顾先生，您大可放心，我这次带来的可是我们组织内最精锐的一支特战小队，而且我和桑尼24小时不间断轮岗，就算是一只蚊子，也休想从您身上叮下一口血。麻烦你了，亨特先生，那我去睡。怎么回事？哪里的枪声？桑尼，去查看情况。收到。顾先生，这里不是很安全，咱们最好转移到客厅。顾总，请。爸，顾启明身旁跟着他老婆和儿子顾明光。顾明光此刻表现有些不堪，因害怕而浑身打颤。妹妹被苏浩抓走那晚，他偷偷跑到外面鬼混，逃过了一劫。桑尼，你那边什么情况？亨特，咱们在外所有岗哨全部受到袭击，我估计他们凶多吉少。怎么可能？
我们岗哨布置得如此严密，他们是怎么做到的？顾明光听到这话，双腿一软，差点瘫倒在地。爸，我不想死了，救救我啊！行了，你以为哭就能让他放过你？顾天成恼怒孙子此时的懦弱，但更多的是心疼，很是后悔没有在昨天商议后，立刻将他送往京城顾家。亨特先生，我顾家4口全靠你了，只要让我顾家安然度过这次危机，我额外支付给你私人5000万美元酬金，你的队友1人1000万美元。听到这巨额酬金，亨特和桑尼眼中闪过一丝狂热，心中的震惊与不安瞬间被强烈的利益驱使所压抑。桑尼，召集所有能战斗的人，不惜一切代价守住这里。顾先生，加上我还有12人，我向您保证，谁想动您和您的家人，首先要从我们尸体上跨过去。虽然得到亨特等人的保证，可顾天成仍觉不安，一边安排管家报警，一边又把电话打给王启臣。对方手底下的特种兵可比巡捕强得多。喂，哪位？王首长，是我，顾天成。顾先生打电话来，是又有什么事吗？顾天成微感错愕，王启臣的声音从没有这么冷淡过。是这样，现在那个苏浩已经杀到我顾家门口，我希望我请求您立刻出兵，不然我顾家……顾先生，不好意思，除非涉及国家安危，否则我不能随意调动部队。您可以先报警，巡捕打报告呈给市委，市委再报到中枢，我收到中枢调令才可以。不可能，那时候我顾家都死光了，你给我听着，现在就给我派兵，不然我顾家一定不会放过你。对不起，我也无能为力。你们满意了吧？怎么，你还有怨气了？就你跟顾家的那些勾当，若不是秦老帮你说话，你觉得现在还能安然地坐在这里跟我们讲话？可人是我弄丢的，现在不管不问，不合适吧？有什么不合适的？你不承认，我们不说，谁能证明是我们弄丢的？接上级，为了保护妻女，我和战友再次来到顾家，可这里已经被圆桌会布满防御，要悄无声息地摸进去，就非我莫属，因为我是001中最强的。你这不是睁眼说瞎话吗？老王，这你就不用担心了。那些知晓内情的体制内人员，哪个不是深谙官场之道？就是要敲打某些人，不要把手伸得那么长。阮安平的话令王启臣大为震惊。原来如此，所谓某些人，其实只有顾家，也是此局剑指的目标。只是这手段未免也太狠了些，竟然要牺牲整个护城顾家。可这么做会不会引发连锁反应，让整个官场都人心惶惶？这只是开始。什么？随着这些年咱们国家经济腾飞，一些不好的风气开始蔓延，如今越来越严重。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若是不及时整治，必将后患无穷。话是这样说没错，可是这牵连也太大了吧？官场的腐败和贪婪就像毒瘤，若任由其生长，终将侵蚀整个国家的根基。这次针对顾家，只不过是打响了整顿的第一枪。王启臣心中掀起惊涛骇浪，他原本以为这只是军方对顾家的一次打压，没想到竟是一场大规模整顿的开端。他不敢再问，生怕卷进这场即将到来的席卷整个华国官场的风波。此时，护城顾家内枪声不绝于耳，惨叫声更是此起彼伏。苏浩已经带领兄弟们杀进了顾家人所在地。他妈的，这些龟壳也太硬了，打那么久都不倒下。刚才捡了几个菠萝，送他们一个。亨特的手下们虽然拼死抵抗，但在苏浩的援手，防线逐渐崩溃。不得已，亨特带着2个手下护卫顾家人退到3楼。亨特，你听我说，我可能回不去了。当然，你也是。如果你能活下去，帮我照顾好我的老婆和孩子。你在讲什么胡话？你闭上嘴，听我说。是他们，那支神秘小队。什么？桑尼，你确定？我确定，这个人就是他。当年我侥幸从他手里活下来，这种猎杀手段，我不可能记错。桑尼。可不管亨特怎么叫唤，桑尼已经无法再回复了。而此刻的顾天成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他不停地在客厅里踱步，额头上满是汗珠。他怎么也没想到，一向在护城呼风唤雨的顾家，竟会陷入如此绝境。爷爷，想想办法，我不想死啊！顾明光紧紧抓住顾天成的手臂，声音带着哭腔。然而失去往日权势加深的顾天成，此刻彻底成为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要不我们跟他谈谈。谈什么？怎么谈？顾天成语气中带着些许得意，要不是顾启明私下见苏浩，并扬言报复他妻儿，顾家会有此劫。我大不了一人做事一人当，我惹的祸我自己扛。你们说点软话，说不定。天真，若你只是放几句狠话，可能还有挽回的机会。可你千不该万不该，
还让人报复他的亲。当苏浩决定越狱那一刻，这个就是个不死不休的局面。那咱们也不能就这么坐以待毙吧？就亨特几人的表现，顾启明已经不再抱有希望，只求他们能拖延到警方的办法，这样还有一线生机。爸，要不给大伯打个电话？这时，儿媳妇突然提出一条建设性意见，让顾天成仿佛找到了救命稻草。他顾天成的话可能不管用，但他大哥顾天养可不会。要知道王启臣能有现在的成就，顾天养功不可没。接上集，圆桌会已经无法阻挡我们的步伐。顾天成在没有办法下，只得向王启臣求救。可这是一盘无法结束的博弈，不是我死，就是顾城顾家亡。大哥，是我。没有过多客套，顾天成语速极快，把当前情况一五一十告知。我清楚了，不要挂电话，我现在就打给王启臣。喂，哪位？是我，顾天养。顾天养声音中带着些许愠怒，他每次联系王启臣用的都是这部手机，对方不可能不知道来电人是谁。哼，现在这样问他，只有一种可能，他装的。10几年了，王启臣是第一个敢这么怠慢他的人。啊，顾老，王启臣，别给我装了，我找你什么事？你心里很清楚。王启臣不由身体一颤，这位老爷子几十年养成的威势，可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的。然而，顾天养是条猛虎不假，但眼前这两只饿狼更，无奈之下，只能硬着头皮回道：“顾老，您是什么意思？我不太明白。”不要跟我废话，现在立刻马上给我派部队前往顾家庄园。如果顾家人死掉一个，我顾天养对天发誓，你王启臣与我顾家不死不休。王启臣握着手机的手微微颤抖。顾天养这番狠话让他压力如山。要知道，上一个拥有此待遇的家伙，坟头草都有3米高了。可是王启臣下意识看向阮安平和赵国邦，二人表面平静，实则眼含凶光。他有预感，但凡自己接下来的回答不能令二人满意，必将自己直接拿下。顾老，对不起，我真不明白您在说什么。另外，没有中枢指令，私自调兵属于重罪。王启臣，你是不是忘记自己是怎么爬上这个位置的？忘记那是不可能的。但凡是先讲利弊，再看人情。顾家的恩重如泰山，王启臣承认，但让其为报此恩抛却身家性命，绝无可能。当然，即便王启臣真傻到这种地步，阮安平和赵国邦也不是吃干饭的。二人联手坐镇于此的目的，就是防备王启臣跳出谋划之外。顾老，请注意言辞。我王启臣走到今天这个位置，完全是靠自己的努力和对国家的忠诚。好，王启臣，你很好。阮安平跟赵国邦相视一笑。今天过后，顾家算是与王启臣这个军方明面上的最大盟友彻底决裂了。王启臣，告诉你旁边的人，此局我认输。三人一愣，一度怀疑自己出现了幻听。政界超级大佬，京城顾家家主顾天养，竟然亲口说出认输了3个字。顾老，您这话什么意思？就是字面意思，我认输，我保证在有生之年绝不再插手任何军界事务。顾城顾家绝不能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这是顾天养的底线。无关利益，仅是他与顾天成几10年的兄弟情。王启臣眉头紧皱，顾天养这番话诚意十足，但能否满足那些人的胃口？下意识抬头看向阮安平和赵国邦，二人代表的是那几位大佬，此番谋划是否终止，还要他二人来定夺。阮安平对上王启臣目光，摇了摇头。他们最终目标是整治整个华国官场，不可能因为顾天养的一句承诺而放弃。再就是苏浩这支箭已离弦，不是他们想收就能收的。顾老，对不起，您还是想想其他办法吧。接上集，圆桌会已经无法阻挡我们的步伐。顾天成在没有办法下，只得向王启臣求救。可这是一盘无法结束的博弈，不是我死，就是顾城顾家亡。顾天养心中一沉，几10年的官场生涯早已练就出一副灵敏的嗅觉，对方似乎还有更大的谋划。若只是为了震慑他们顾家，在自己服软认输那一刻，对方目的就已经达到。为何坚持要赶尽杀绝？说明对方震慑目标不仅仅是顾家，在华国比顾家更有权势的也只有那位。不可能，那几个家伙绝对没有这么大胆子。难道是整个华国官场？不同于他们玩政治的，靠的是策略、手腕和人际关系。人家现在是直接掀桌子的，这让顾天养感到深深的无奈。大哥，现在该怎么办？难道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天成，来不及了。是啊，来不及了。大哥，我明白了。亨特和他的手下此刻虽然还在和苏浩等人在僵持，但顾天成有预感，亨特撑不了多久了。也许是几分钟，也许是半小时，但结果仍是一样。加上巡捕迟迟不到，估计背后也有军方势力在走，好让苏浩有足够的时间对付顾家。大哥，我明白了。天成，你放心，无论他有什么身份，逃到天涯海角，我都会让他付出代价。顾天成却坚定地摇了摇头，当生死已注定，他出奇的平静。大哥，听我一句劝，人死如灯灭，万念俱成灰。
万不可再招惹苏浩以及他这种身处于规则之外的人，因为他这种人是所有权贵之人最大的克星。你在说什么？你是我亲兄弟，你让我不要为你报仇，看着仇人逍遥法外，我告诉你，不可能，不可能！大哥，既然你坚持，那我不拦着你。但是，在你成功除掉苏浩之前，万不可对他妻女下手。为什么？大哥，你不了解苏浩这个人，妻女虽然是他的弱点，但同时也是他的逆鳞，臭之极死。一旦他的妻女受到威胁，他会变得更加疯狂，完全不计后果，他会不惜一切代价拉着你们所有人陪葬。大哥，保证。离别总是伤感，尤其事关生死。顾天养明白顾天成的用意，只能在心中默默道别。天成，保重。电话挂断，所有人都被绝望包裹，死寂般的沉默，只剩下连绵不绝的枪声回荡在四周。顾先生，1个小时前就已经报警，巡捕为何还没到？亨特先生，这不是很明显了吗？有人在从中动手脚。什么？你的意思是人来不了？能来，我已经跟护城市委书记通过电话，1个小时后巡捕的救援一定会到达。感受到被欺骗，亨特怒不可遏，恨不得一枪崩了眼前这个糟老头子。要是他早告诉他巡捕来不了，亨特绝对不会有丝毫犹豫，抛下他们顾家人，转身就跑。毕竟钱再多，也得有命花才行。亨特先生，请你冷静。他妈的，咱们都要死了，你让我怎么冷静？亨特先生，相信我，咱们还有机会。你不会是想让我们跟楼下那帮人拼得鱼死网破吧？